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买了塔罗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影片，翻了很多书，还是听不懂牌在跟你说什么。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天分。其实啊，你缺的不是天分，也不是许多零碎的资讯，而是一套温柔有系统的学习地图。这个就是我为你设计的米娅的22堂塔罗线上占卜课程。这22堂课呢，不只是教你怎么解牌，而是教你如何真正的跟塔罗牌产生连结，听懂它想要告诉你的讯息。更特别的是，我把吸引力法则的概念融入到整套教学之中，帮助你转化内在限制性信念，打开能量流动，吸引你真正渴望的爱情跟财富。这堂课总共有4个章节，22堂精心设计的内容，从基础观念、解牌方法到实战演练，一步一步的带你掌握塔罗，开启你跟宇宙之间的能量通道。第一章，踏上塔罗的魔法旅程，学会挑选自己的牌卡，认识塔罗牌的起源，了解大阿尔克纳还有小阿尔克纳的差别，还有怎么跟你的牌卡建立专属的灵性连接。第二章是解牌的核心技巧，逐章解析每一张牌的意义。重点呢不是死背牌意，而是让你学会运用直觉，每一次抽牌都能够精准的掌握宇宙给你的指引。第三章进入到实战应用的部分，3张牌、5张牌，爱情、事业各种问题，用真实的案例带你实际演练，帮助你清楚的读懂牌意，做出温暖又有力的解读。好，第4章呢，也是整门课的一个亮点哦。塔罗牌结合吸引力法则，帮助你启动丰盛能量。塔罗牌不只是解答问题，而是成为创造人生的强大工具。这是一堂线上预录课程，影片从4月30起陆续上架。购买之后呢，你会有1整年的观看期限。如果你在影片上架期间购买的话，观看期限会从全部影片上架完毕之后才开始计算。想学塔罗，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点选下方链接，一起展开这段魔法旅程吧。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转运之后的人生新篇章，会特别是在哪一个方面迎来很大的一个惊喜跟转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呢？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雷诺曼卡，34号鱼，2号的幸运草，还有31号的太阳哦。好，这个是跟这个钱财有关的一个讯息哦。好，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应该不是那一种比较虚无缥缈的人，我觉得你们是比较接地气的能量哦，就是生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中，金钱啊、事业啊，甚至过好的生活，有一些舒适的生活体验，对你们来说绝对是很重要的。那我们34号第一张牌出现的是鱼哦，鱼会带来一个正面的转变跟利益，同时啊也象征着独立跟自主。也就是说啊，你们今天取得这个钱财，一方面是因为你们自己本身的能力提升，以及在别人心中的重要性提升而得到的这个更多的选择跟更多的机会，就是你们在时间的弹性上跟这个职业跟财富的选择上，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取得你的钱财，以及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时间去完成安排你的工作，那个自由度都是很大的。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集中在1年的某几个月卯起来冲刺，赚到一笔很大的金额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你就可以比较安心的，或者说比较悠闲的一个度日。或者是说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是做跟进出口、买卖、贸易有关的
工作的话，这张牌它其实会旺，它代表的现金的这个交流、生意的交流、钱财的流动会非常的顺畅，就是你们的现金流是非常的充足的。然后鱼它也代表了多产跟繁荣，所以在金钱上它就是一个会越来越多。再加上我们结合了第2号的这个幸运草，幸运草它是一个增强的牌哦，它会增强它左边跟右边的牌。那你们前面是这个鱼嘛，代表说你们有很好的这个金钱运，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好的合作的，在财富上的这个合作伙伴，事业上的合作伙伴，以及如果你们自己经营事业的话，这个生意啊会有源源不绝的客户，源源不绝的案子，这个生意会稳固的这个成长哦，会有很多的好运到来。那我们还看到31号牌的太阳，那太阳再加上这个幸运草，你们真的就是非常幸运，会赢得胜利。甚至如果你们有一些投资的机会的话，这张牌又代表着在投资上取得翻倍的获利，或者是说你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实际赚钱的一个机会，一个契机哦。你知道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去对接现在正在方兴未艾，正在开始要蓬勃发展的一个社会需求，一个大家接下来你可以预见可见的这个需求。所以呢，你们看到之后，你们就会朝着这个地方下注，接下来就可以获得一个长期的丰厚的回报。幸运草在这边呢，就是代表了很像我们大富翁里面的这个机会，我们的机会来临了，成功来临了，它是一个很强运的牌，它加强了旁边的这2张牌。所以在工作上看到你们有可能有一个天降的好运，这个好运会使你的运势瞬间的就是翻盘，改变机会，或者是让你从一个比较落后的状况，比如说你是在排名比较后面的，突然一飞冲天成为黑马，就是让大家大吃一惊。幸运草在这边呢，就是象征着非常多源源不绝的机会到来。那这个好运呢，我觉得它不是你们特别的需要去努力，就是它有点像是上天赐给你，就是真的是一夕之间翻盘的一个能量哦。比如说你本来是在比较落后的一个状态，你会觉得你周遭的人的生活都还过得还不错，事业都已经起步，找到还不错的工作，或是有人就房子1栋2栋的买等等的。你们这种能量啊，有点像是你觉得你本来是落后的，可是呢，因为这个幸运草的出现，你会来一波波的好运，这个好运会让你的现在的这个你不满意的状况，这个运势，这个局面瞬间的被改写，瞬间的改变。你们会成为那个黑马，你们会成为最后那个笑得非常开心的一方，你们会成为胜利的一方。还有一些朋友，你们真的会得到那种意外之财，比如说中奖啊，或者是抽中什么很大一个奖项，意外之财。有的朋友可能是抽中股票中签，你可以用很低的这个募资的价格购入，然后你们再转手卖出，就赚到中间的这个资本利得。好，这个都代表各方面的钱财的机会哦。最后这个太阳给人家非常充满朝气哦，心胸开阔，很辽阔的能量，所以这个代表的是心情上的一个开阔跟愉悦感。因为有些时候钱呢，它是一个中性的，它可以让你快乐，但有的人会因为就是钱太多，不会管理，乱花钱，然后反而也会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乱。但是我们这边出现了太阳牌，代表说接下来的这个幸运啊是身心灵平衡的，还有代表的是除了这个金钱啊，你们的这个事业宫，这个官禄宫哦，这个名声啊，这个权力啊，这个威望啊等等的也会发扬光大，就像太阳一样，很多人都受到你们的这个
滋养，因此你们在你们的专业领域上可能会建立某一个声望，某一个社会地位，有不错的一个发展。那有些朋友你可能是透过，因为幸运草这边有2朵花，很可能是透过跟某一个就是很厉害的伴侣结合，你就因为他的关系，你得到了一个头衔，得到了一个名声哦，所以你也好像打入了一个你原本不会进入的一个圈子。如果是女生的话，有可能你会嫁给这种高收入或是高社经地位的伴侣。如果是男生的话，你有机会遇到那种他可能本身生活家庭条件就还不错的，是那种比较低调的千金，或是说他本身就是是一个有创业头脑，或者是说她是一个有业务能力或手腕的女生，就是还蛮有自己想法，蛮有自信，蛮有能力的这样子的女生。那你在跟她相处的过程中，你也得到这样子的光芒的一个滋养。所以这个太阳的能量啊，它代表了你们在心态上，还有你们在往前走的这个路途哦，你们的每一天哦都是活力四射的，有志向，而且是亮眼的。你们接下来就是要被人家看见，你们接下来就是要去到一个就是有太阳照耀、温暖的一个地方哦。你们的才能或者说你们的付出将会被认可，这个认可是公众的、公认的，大家都会去为你拍拍手，你会获得属于你的奖赏，属于你的奖杯。那过去啊，如果你们有一些烦恼，有一些担忧，这些东西都要结束了。在心态上，你们会对于你未来要做的这件事情啊，很专心的在投入，很朝气蓬勃的在进行。不管这个重心是在你的家庭、你的兴趣，或者是你的工作上，你们都会很开心的去做。那也因为你们这样子的投入，你们一定会成为这个注目的焦点，你们一定会有成就，你们会在某一个好像事业体系中被提拔，有可能你们就是成为那一个组织中的一个招牌，就像太阳一样，你们是一个招牌，人家只要拿出去，把你的名片拿出去，把你的名字拿出去后，大家不由自主的就会去认可你的能力哦，就是你说的话是很有分量的，或者是说你们会进入到一个顶流的集团、大公司，大家都有听过的哇！大家听到你在这里工作，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你会感觉到生命中有这种源源不绝的活力。好，那太阳出现在这边呢，还有一个讯息，就提醒大家，真的是要多多去接触大自然，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去接受一些太阳的能量哦，你会需要让你自己容光焕发起来，要有自信，要有自信才能够去接下宇宙给你的好运。有的时候好运到你身边的话，它是一个机会，可是如果你没有自信去辨认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你不配，或者说你不敢拿，就硬生生的把好运推走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塔罗牌的能量哦。好，我们来看到的第一张就是世界牌，哇，星星牌就是一张许愿的牌，还有 Page of Wands。我们出现了第二张太阳牌耶，你们真的是有非常多活力四射，这个阳性的能量在里面呢。好，我觉得接下来你们应该就是很快就会看到你们的一个结果了。这个结果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价值上的提升哦，可能很快很多人就有一笔奖金要进账，或者是说你在某一个这个体制内的话，你会重新的好像被看见，或者是说被延揽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专案，或是你会成为这个老板想要重点栽培的人。那如果你们是自己有在就是经营一些副业或自己在创业的话，我觉得感觉上你们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坚定哦，充满了自信心的去完成你对于你自己想要拿到的事情啊，你们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显化的时间，对于你自己想要去达成的目标啊，你们真的会有条理、有组织的去把它写下来，或是在脑海中去排序哪些东西是你优先想要去显化的，而且你非常有信心，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我看到你们在接下来的时光啊，看这边也是这个太阳花，有没有？真的是有非常多这种阳的一个能量，动起来的能量，火的能量哦。你们得到的成就会让你觉得自信满满，还有你会觉得，宇宙给你的东西你非常满意，你非常自在，你也觉得说这就是我应得的，我匹配的嘛。我本来好这一幅画这么漂亮，然后画的这么栩栩如生，我在背后下了很多的功夫在这个领域，在这个专业上，绝对不可能有人超越我，绝对不可能有人去质疑我的专业性。你们对于你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有自信的，因为你知道在这个背后你投入了多少的心血。那有些朋友，如果你过去是属于一个比较躺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接下来你真的会找到让你想要认真、开心、积极去投入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人家强迫你的，是你真的很想要去做的。那你们的牌面有很强烈的会被大家看见的能量，可能你们会去如果你本身就有在写文章，或者是拍影片啊，或者是有一些作品，或是你是需要去跟人家讲话、沟通、交谈的等等的，你的声音真的会被听到，而且人家听到的是你开心、积极跟阳光的能量哦。你们会愿意在公众的面前去展现自己的美好，别人会被你的这种活力四射的美好感染，然后他们也会想要跟你一样。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以前是属于比较不是那么擅长表现自己，或者说不是这么擅长去诉说自己的优点的话，我觉得接下来的能量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能量哦。你们对自己会充满了自信，你不会去好像要把自己缩得很小，就是你对于你好的地方，你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拿出来给别人看，别人会受到你真实的这个样子，你展现出来的样子所吸引哦。你们呈现给外在，呈现给这个世界的色彩是非常多奇幻的出色的能量。我看到你们非常的开心，而且周遭有人想要去跟随你们，有人想要去就是跟你们一样，怎么样子才能够这么的快乐，充满活力，或者是说不屈不挠呢？曾经跌倒了，但是还是爬起来，最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所以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会去透过文章或是书籍或是影片或是什么样子的方式，透过这个网络去传递你们的思想，传递你们的信念。很多朋友，你们会透过这个网际网络去认识很多人，跟很多不一样的人聚合在网络上，它是一个机缘，它是一个缘分。那它也创造了许多的节点相遇的一个场域，它会使你把原本的生活圈更加的扩大。觉得你们会因为这个网际网络的关系会产生各种奇妙的际遇，可能你会找到一些真的可以跟你合得来的合作伙伴，或者是说从一些虚拟的网络，你找到了一个或者说找到了一群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们会发展出一些实体的见面或线下的活动。有些朋友真的是因为网络的关系，你被你的贵人看见，他想要跟你合作出版书籍，或是说有什么样子的商业的合作案等等的都有可能哦。你们的能量就是这样扩散出去的，而且会有非常多的创造力，非常多的想要去表达自我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观念的一个能量哦。好的，这个主教牌有可能有权威的人士会到来。那如果是在感情上的话，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会不会比如说举行婚礼，然后可能是在那个教堂，或者是这种很漂亮的那种高挑式的这个场合，婚礼的那种比较神圣的那种很漂亮的婚礼的场地。
好，去举行这样子的一个盛大的婚礼，或是温馨的婚礼。那有些朋友这个主教牌出现在这边呢，我觉得你们是受到天使祝福的，你是受到这个你背后的指导灵，还有大天使在保护着，他们一直在看照着你，真的，他们对你的生命有很多的计划，他在你往前奔跑的时候，其实一直在保护着你。好，他也一直在倾听哦。当你们在跟上天沟通，在跟宇宙沟通的时候，他其实也在倾听你们想要显化的能量是什么，想要显化的愿望是什么。好，哇，我们这边你看哦，有主教牌，然后有太阳牌，还有这个皇帝牌，你们几乎这个所有有利的这种权威人士啊，这个贵人的牌通通都出现了。好，这个我觉得你们会有野心诶，这个野心是你们真的会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哦，而且你们去达成的这个成就跟合作有关，就是你生命中真的会出现一些很有力的权威人士，他要来帮助你，他要去拉你一把，他要让你去看得更高，看得更远，就是他们会借助他的经验，让你一步一步的去往上爬。所以接下来哦，其实你们的过去啊，如果曾经跌倒过，或者说如果曾经有过一些感情上的这种悲欢离合、破碎等等，反正好的不好的经验，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养分，它才使你可以站在这么高的一个山顶上往外看，这些下面一步一脚印踩着都是你的这个血泪，然后你经历过的东西，你把它消化了之后，它成为你的经验。你站在这个高处，其实你更容易被看到，所以贵人看到了你，他要来帮你，他要来帮你的人生加分，而且这个加分哦，他会告诉你说，依照这个他的判断哦，可能你往这边走会遇到哪一些困难，或者有什么地方需要去提防的。你的面前可能会摊开来很多的选项，但是有些选项它看似很好，但里面其实有一些陷阱，或者是有一些投资机会，就是别人告诉你是可以很快速致富的投资的机会，其实那个只是他想要借由你让他自己快速的致富，对不对？你们会有更加明辨是非的能力，因为你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你能够去更加的去明白，然后在不对的人或不应该再发展的那个事项，把它切断，去悬崖勒马，对不对？这个都是一个对你们的一个祝福啦。虽然短期看来你好像觉得你投入了很多，你有一些沉没的成本，可是就你的人生长期来看，适时的止损是一个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个贵人告诉你们的更多的是一个提醒哦，让你去小心你的步伐，因为当你们成功的时候，真的身边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啊，真心的人、小人，或者想要分一杯羹的人，他要让你们去辨认，他告诉你们应该要去辨认哪一些人是值得去托付的，哪一些人是值得去信赖的。好，所以你们要去多多留意这个贵人给你的讯息。这个贵人可能是你身边的一个稍微就是比你有一点点经验的，年纪可能不会差太多，可能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朋友，或者是说这个贵人是一本书，或者是来自于你在网络中得到的一个讯息，某一个人，或者是你追踪的一个人，他写了一段话，你非常的触动，非常的有感受，然后你写信去问对方，对方跟你讲的更多，有点像是你人生教练的感觉，它会使你转变看事情的角度，去看待事情的那个本质跟观点，然后你会明白原来生命中有很多的选择，有些选择是你原本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走的，因为当你不知道你生命中有这些选项的话，你根本不会去走，根本没有
机会去发现，所以它有点像是提供了你一个新的观点，让你去知道原来你有这样的选择，或者说原来这件事情别人是怎么做可以达到如此的成功，如此的程度，你只要好像一样画葫芦，照着对方的方法去做，其实8、9不离10，找到那个关键的诀窍。好，接下来我们出现我的 Lover 这个好甜的一张牌哦。这个两只天鹅，就是中间他们的脖子有没有形成一个爱心的形状？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在感情上真的是会有一个排毒的能量，这个浪漫的关系会产生，这个浪漫的关系会形成。那排毒就是因为如果你生命中出现一个假的这种双生火焰，假的这个灵魂伴侣，他也会被宇宙排毒不见。留下在你身边的人呢，他一定是真的一个想要跟你好好度过余生的一个伴侣，他会给你很多的温情，很多的爱情。好，有些朋友你们可能真的会在宇宙的提醒，在贵人的提醒下去发现哪一些人才是值得相处的人。如果你们有那一种论及婚这样的对象，可是突然呢就是感情生变，或者说被对方甩了，或者说你突然发现对方有一个不好的状况，你很难以接受。其实这个就牌面上来讲，宇宙是在帮助你，因为它不会让你说跟这个人结婚之后之后会反而有小孩之后产生更大更难以收拾的那个结局，它要让你及早的刹车，让你可以比较顺畅的去进入到下一段那个真心爱你的这个人在他的身边。好，那如果现在已经是在稳定关系，或者说你身边已经有人，你心中已经有人的话你们可以听听看这个人的特质符不符合你们身边的那个人哦。好，这个天鹅啊，这个人的特质他们看起来的能量是大致上是对等的，但是有一方会稍微比较厉害一点，可能是工作能力比较强，赚的钱比较多，或是体力比较好，比较细心，然后他们两个就是有一种互补的感觉哦。那你可能是这个比较工作能力比较强的这只，也有可能是稍微比较弱的，就是在物质世界中你并没有那么多的能量去争取，可是你们有的可能是这种温馨啊、温情啊，以及在情感上提供情绪价值。基本上这两只天鹅的能量还是势均力敌，只是有一方他的能力还有各方面都会稍微强一点。那他们两个都是同类的天鹅，所以他们两个基本上是能够在很多的生活细节上是可以去沟通的。他跟你是有话聊的，不会像很多人是室友，好像没有办法沟通，或是相看两无言，就是相看两生厌啊。就是这一组你们遇到这个情感对象，他是真的是可以去交流，可以去沟通的。你们的三观很相似，你们的理念啊也很相似。那有的人，你们的这个伴侣啊，灵魂伴侣，他很可能就是提拔你的贵人，赏识你的人，他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拉你一把，或是说给你一个很大的这个礼物，或是很大的一个资助。所以如果你们现在还在一个比较受伤或是一个比较迷茫的阶段，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接下来宇宙给你的这个礼物，就是它真的是包裹得很好，除了爱之外呢，还会带有一点这种提携你的感觉。所以这个人有点像是你生命中的一个天使来到你生命中，他会让你感受到很多的温暖。你过去在感情中如果曾经心碎，曾经破碎，你都将在这个人的身上得到补偿，得到回报。所以你真的要去相信你的直觉，相信你的直觉，谁才是对你真的好，或是说谁跟你在一起只是想要去占你的便宜，利用你，或者是说对方的生命到达了一个
不知道该怎么抉择的一个阶段，那你究竟要不要继续跟他就是牵扯下去呢？好，那这个的 Lover 这边还有一个意涵哦，就是也有可能是你们是出现在对方身边，陪伴对方成长的人，很可能现在对方正在一个迷惘的时期，鬼打墙的时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期，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想要去向外探索，向外看看，然后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是你们在这边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稳定的力量，很安心的力量，就像家人一样，他知道无论如何只要他回来，你们都会在，所以也有一些朋友你们也是有这样子的能量，如果你过去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救人，然后他是一个目前有一点点动荡，有一点点动摇，不知所措的话，你们也有可能成为他的那个心中安心的这个力量。好，哇，我们的这个金币皇后，还有我们的圣杯3，还有金币9。好，金币皇后在这边要提醒大家你们要去珍惜你们现有的眼前已经有的一个幸福还有这个物质上的一个满足金币皇后在这边呢，她是真的是有一个好像属于她自己的小小的天地，不受人家打扰，然后在这个空间沉思酝酿，然后这个空间是非常的充满很多的植物，然后它也是蛮高雅蛮精致的一个地方代表说我觉得未来的生活你们是有能力去给自己做一个突破，去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实质上的居住的地方过得更好，然后会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空间。那你们呢还有共鸣，你们会有一群好伙伴，然后这是3个贵妇在喝下午茶，有没有？你们会有一群属于你们自己的好伙伴，然后这个好伙伴我觉得比较不像是在聊天聊八卦，而是你们在想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你们谈论的话题不是怎么扯别人后腿，而是一些赚钱上点子的分享或者是投资上的一些想法、一些建议互相讨论互相的去帮助，资源共享，资源对接，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在灵性上你跟这些人对谈会感觉到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富足，然后你们也有非常清楚的目标这一群人对你的事业，或者说对你们的学业，对你们的工作，或是对你们这个创造力都会非常的有帮助。好，你们聚在一起就是要彼此作为彼此的支持，彼此作为彼此的成功。有些朋友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商会或是什么样子的读书会，也有可能网络上认识的一个这种社群的团体彼此都有相同的目标。好，那接下来在牌面上还有一个讯息，就是接下来你们的生活有点像是这个金币9跟金币皇后，还有圣杯3，比较像是悠闲度日的感觉，因为你们已经取得了某一方面的成就，所以你们不大会说很着急，或者说我一直要跟别人比较，或者说内在原本有一个不舒服或是火烧屁股的状况，我觉得那个东西会慢慢被排除掉，主要是你们更加的明白生命中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有的时候有些人的话，或者说有些事情对你的人生来说真的没有那么紧急你会想好在你的人生中什么事情是排序最前面的，可能第一个你会发现是你的健康，然后是你的幸福，然后接下来可能是你的事业，那有些人的排序可能不一样。那无论如何呢，你们都会因为你就是真的了解到你的人生，你最重视的什么之后，你会开始做资源的分配。看金币9嘛，我们有很多个金币，我们要怎么分配呢？这个哪一些是给家人，哪一些给自己，哪一些是投注在你的未来呢？对，你们会开始去想，开始去分配。
你们接下来的能量真的就是突破的能量，不会再被困在某一个小圈圈中，不会再觉得你好像常常努力得不到回报，或是常常有人要去扯你的后腿，或是觉得说我明明也投入了这么多的努力，为什么其他人就能够成功，或是那个人明明是投入的比我更少，也没有很认真，但是为什么他就被提拔？为什么老天爷就给他一臂之力，他就可以好顺利什么的？我觉得接下来这种想法或者说这种心态会慢慢的不见，因为你们接下来的这个好运啊，会让你变得很富裕，那心情上也会很平稳。一旦你的心情平稳下来其实你会成为很多人的榜样，或者是很多人的支柱。那在感情上，稳定自己的心情，然后增加自己的魅力，也有助于你们去维系一段感情，或者是说回复一段感情因为对于对方而言，你就是更加的有吸引力，更加的有价值感，不管是情绪也好，外在也好，因为你有了金币作为后盾，基本上其实你是可以很惬意的去过你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好在外表上去投资你自己好，重点就是你们要相信你会遇到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可以去长久交往的人，他是一个你可以去好好的去经营的对象。那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就是本身对于感情这一块比较没有那么在意，你们是真的是全力要搞钱冲事业的话，我会觉得这个灵魂伴侣真的就像是你们事业上可以很好的合作伙伴，他会去擦亮你这个人这一块品牌，这个招牌，他会去赏识你，他真的会去跟你合作，会去打开，就是帮你做一些疏通枢纽，会让你去打开你的眼界，打开你的视野，以及呢跟你去提一些不同的方案，然后你们两个会一起去商讨怎样才可以将你们的店开起来，或怎样才可以好好的去营运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亦师亦友的对象，然后来跟你们互相的切磋，然后基本上他会稍强于你，所以他会去引领你一支一支的往前走，然后他在跟你互相切磋的同时，对话的同时，其实他也会成长，教学相长。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会慢慢的会发现，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内在状态已经不一样了，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你越来越可以去明辨是非，以及知道这个世界上的那个一些运作的真理啊。比如说过去可能会觉得怎么好人不长命，或者是说看不懂宇宙运行的一个规则，那接下来你们会更加明白的是，就是钱本身是中性的，它跟品性没有太大的关系，不是说你是好人你就会有很多的钱，或者是说这个人的人品不好，他就一定会穷，就是其实你们会更加的关注在事实上面，谁真的成功了，或者是说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成功。成功的人里面，富有的人里面有品性好的人，也有品性不好的人，但是呢他们会有不同的因果影响到他们的家族，还有方方面面啊，金钱只是一种，那所有的回报就是要加总的来算。我觉得你们的眼睛就是非常的锐利啦，很多时候你就是会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世界判断，其实你们也真的不需要听太多别人的建议，有时候吸收一点一点就通。好，你们会明白怎么样，什么东西才是事实，然后什么东西有点像是虚无缥缈的，听起来很开心，但是事实上对你的人生没有什么帮助。我觉得你们会更加的接地气，特别是在金钱上，你们真的会找到实质可以去赚钱的方法。好，接下来呢看到的是金币4。好，
你们赚到钱之后，真的可以守财，也可以把钱慢慢的累积啦。而且这个金币是也有点像是好运的累积，你们会发现，从很少的地方，你就可以去收集你的一些好运啊。比如说我今天发票中奖了，我今天有停车位，或者说今天谁请我吃饭啊，谁送我一个什么礼物等等的，你就会开始慢慢的去收集你生命中的小幸运。接下来你会发现，其实宇宙真的是慢慢的都会给你一些机会，给你一些东西，然后再把就是钱财上的积累，也是你们会创造出你们的净资产，就是你们的收入跟你们的支出中间它是有余裕的，是可以这个金钱是可以累积下来，越存越多的。要么就是你们的赚钱能力真的是越来越好，那在支出没有太多的暴增长之下，你们就可以累积很多很多的钱。我看到你们其实还蛮爱存钱，或是看到存款的数字增加，就觉得好安心、好开心哦。然后把这些金币啊都会守得很好，或者你们会去找到一些机会哦。可能你本来要买东西，然后刚好特价了，刚好打折了，你可以用更便宜的钱去入手你想要买的东西。这些都是宇宙给你的一些小确幸。那还有整体来讲，大家你们要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这个金币是这个女生，她也是坐在一个类似这个海嘛，然后这边有一些芦苇，她也是坐在一个大自然的这个前面，然后她算是有一点在沉思，手中拿着这个金币。所以宇宙给大家的提醒就是你们呢有的时候要给自己一些时间放松跟放空，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让你的脑袋更加的活络。当你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你思绪都在转动，都在想说我要处理一些生活琐事啊，可能你的生活，你的老板，你这个通勤啊怎么样，或者有些朋友有小孩你的时间被所有的东西占满之后，其实它会让你失去了创造力，以及让你失去去思考未来的那个余裕、那个空间、那个点子。所以接下来金币四这张牌，它其实是一张很开阔的牌嘛，跟前面的几张牌其实都有一些开阔类似的意象，要么就是很宽广，要么就是像主教这张牌，它是很高的，还有这个金币皇后，她的这个玻璃屋也是很高的，所以你们真的是要给自己一段时间空间，不受打扰的去想一些事情，去思考一些事情，这样子你们的创造力跟灵感才能够跟宇宙做对接。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宇宙有给你们什么样子的建议哦。首先第一张牌，我们又出现了一张星星牌，有没有？你们有2张星星牌哦。宇宙跟你说，你们真的可以去实现你每一个愿望了，而且现在就是时候将你的愿望去显化成真哦。你要创造你自己的这个梦想清单，然后真的要去许愿。你要在你的日记或者说你的笔记本中写下你的想法哦，然后宇宙要施展一些魔法在你身上。当你心情最平和、最顺畅的时候，宇宙就是要再把那些你应得的东西累积起来，变成一个大礼包交付给你。那宇宙给你的这个礼物，它不仅对你是好的，对你身边的人也是有助益的，同时你们也要相信你自己是值得拥有它的。好，接下来这张牌是一个这个恶霸坏人的，他说如果你总是可以改写你过去的一些故事哦，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们过去如果在感情上遇到不好的人，拖累你的身心灵还有金钱，或者是说你在职场上受到不公平的一个对待，或者是说在商业合作上被骗等等的。好，这张牌说你总是可以重写故事，有的时候你在过去发生了一些难以让你接受的事情，你会觉得你的敌人好像得胜了，可是这个不代表说我们就要放弃希望，我们就是要在原地踏步，原地的生气。其实我们要将我们的故事改写，我们的故事只写到一半，我们要高潮迭起，有没有？
如果你觉得你过去的那个状态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它改写，我们可以将它重写。最后呢，或者说你的人生新篇章，它会有一个亮点，它会有一个惊喜哦。它并不是停留在现在的这个状态，人生是一个流动的状态，接下来有很多的惊喜等着你，你必须要继续前进。你在遭遇了挫折、打击或者是悲剧之后，你一定要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重新向前走。你们内在其实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去夺回你自己的自由的。好，下一张牌是，请你们重新将太阳画回你自己的天空。这个是我们出现的第3张太阳牌，真的是成功的讯息哦。第1张、第2张跟第3张。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一定要把太阳重新画入你的天空。有的时候你的快乐真的只有你自己可以给你，你不要去依赖其他人给你阳光，或是给你空气，没有它会死。事实上，在你的生命中总是有人来来去去，可是始终会留在你身边陪伴你的就是你自己，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花很多时间去往外找寻一个人可以依赖，然后让他成为你快乐的泉源，何不从你的心做起？你看这个女生，她的衣服上也有好多的星星哦，有没有？这一张牌就是许愿嘛，你们这也是星星。你们要去许愿，然后你们要去相信你自己就有能力，你自己就可以给自己持久的一个快乐，你自己就有能力去买得起你要的东西，或者是说给自己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快乐的生活，不需要靠别人。你们未来的状态不是很紧绷的，相反这些牌的能量都是很正面、很舒心的，很开心，可以去享受生活的牌哦。好，接下来这张牌哦，是这个灵药的感觉哦。好，吃一些营养的东西，然后要记得总是要去爱你们自己，永远都选择对你们身心灵最有益的方式去生活。虽然有些东西可能会造成短期的痛苦，可是它会给你带来长期的回报。比如说你去运动，你去锻炼，也许一开始是累的，是流汗的，可是长期下来你会看到你的身体有所改变，或者是说你坚持吃一些健康的简单的食物，长期下来你的身体、你的身形都会回报给你。这个是宇宙告诉你要把爱自己变成是一个练习，每一天都要去实现。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能量的神谕卡哦。好，我们的第1张牌是魔法师与镜子。这张牌要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善用自己真实的力量哦。这张牌其实代表着灵性的能力已经到达了顶峰哦。魔法师啊，他有一只手是握有热情的火焰，热情跟行动力，然后另外一只手啊是水哦，是直觉力，一个漩涡，一个反射。所以这张牌就是告诉大家说，你们接下来是一个魔法师，你们握有阳性跟阴性的能量，水是阴性的能量，灵性的这个思维，清新的头脑，火焰是一个阳性的能量，它给你实质的活力跟方向。而你们是魔法师，你们可以将这2者结合转换，实际上产生魔法。在你们的生命中，其实你可以一次一次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会使你前进的速度更加的快，然后你们确确实实有火的能量，它会使你动起来，所以很多东西，很多的机会正在显现，正在成型，你将会知道你现在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虽然目前还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收到很大的回报，但你知道走这个产业，走这个方向，未来是有很多需求，或是说未来会有很好的一个回报，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此你们会有行动力去走。那抽到这张牌啊，代表说其实会有一个很意义重大的时刻来临。
你们在自己的人生中，你就是自己的炼金术师。你们脑海中的点子可以把那些看似没有价值的东西变成黄金，因为它的区别就在于经过这个魔法师，经过这个头脑本身，你们可以将一些资讯组织起来哦，一些散乱的、零散的这些破碎的知识组织起来，然后变成你们手写的文字、口说的话，然后去影响别人，去带给别人有价值、有营养的东西。比如说你们可能是跟身心灵产业有关，或是那种按摩，或是医生、医疗、护士等等，或是说你们是提供给别人什么样子健康的资讯，让别人的人生呢可以变得更好。如果是在这一方面的话，觉得这张牌就是你们可以将同样都是别人拿到同样的材料，可是透过你们就可以变出不一样的黄金，就可以变化出对这个世界、对世人有利的方向，有利的一个资讯，能够去鼓舞人心的一个知识的内容。而且你们可以将困境转化成最美好的祝福，所有的层面都可以转化事业、家庭、工作等等的，你们都可以去夺回自己的主导权，你对于未来不再感到迷茫，因为你们自己就能够下决定。你们这组是有贵人帮忙的，而且很多时候贵人其实就是点醒你，让你醍醐灌顶之后，这个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能力，你们不需要一支一支的去依赖别人。所以大家你要相信，你们有足够的力量，通透的、清晰的思维去创造你梦寐以求的人生。你会在多种选择下选择一条对自己最有利的道路，而且你们持续的去锻炼你的身心灵，持续的跟宇宙对接，这些奇迹的魔法就会发生。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一个合约这个合约，这个蒙眼睛的女生她拿着一个天平所以第一个讯息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即将被解决，即将有一个好的、公平的、正义的结果，这个结果不会让你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第二个就是这个合约它是等待被签署的，可能是某一种连结的关系，有可能是你跟某一个人要签署这种订婚，或是你们要进入婚姻，你们要变成实质上的这个家人你们要去法院公证等等的。好，你们要转换你们的身份状况，也有可能这是一个商业的交易、商业的买卖转让，或者是说房屋的一个合约，你们处理掉一个房屋，或者说你们买了一个新的房屋，那也有可能是新的工作，或者说海外的工作机会，或者说海外的有关于移民的一些相关的合约的一个签署这个合约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去签的，它是有真正的约束力，法律上的一个束缚的，所以大家要仔细看这个合约那如果是法律诉讼的结果的话，很可能对你们有利。那这个合约也代表了新的潜在的机会，所以大家看待这个合约的时候，有的人签了这个合约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鼓舞，很欢欣，很喜悦。那有些人则是因为这个合约的签订，为你解决了一些麻烦的事情好，有些人就是这个关系的合约签了之后，可能是要跟某一个人结束一段关系，有可能。那无论如何这个合约就长远来讲，不论它是一个开始或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得到或是一个失去，它都会对你产生是一个有利的连结。只要这个合约是你真心诚意的去签的，那它会让你可以享受，或者说它可以让你去接受这个结果，然后你的心情是平静的，不会感受到绝望、失望。就是这个合约签署之后如果你们有一些协议，如果有一些财产的分配，它会是让你满意的。
好，那如果这个合约真的是跟得到工作啊，或者是说新的机会有关呢，我觉得大家就是仔细的看清楚，然后其实应该是个还不错的机会，它可以为你带来很多的快乐跟丰盛。然后有些朋友真的是你一直以来所期待的一些入学的，或是一些这种财产上的一个好消息，或者说政府的文件都有可能。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一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转运之后的人生新篇章哦。在这个新旧能量转换之后啊，你们迎接到新的一波好运之后，人生会有什么样子的转变呢？好，首先呢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第一张牌是发芽，好，第二张牌是这个abundant丰盛 ，courage 勇气，还有成长。freedom 自由。我们先看一下这几张猫咪牌，好可爱哦。第一张牌啊是发芽哦，这一组的朋友可能过去一段时间呢，你都在向上天祈求，你有很多很多的愿望，然后你希望上天可以去实现你的愿望。比如说你对于你目前的人生状态还不满意，不是很满意，就是可能你现在有工作了，可是这个工作的薪水你觉得不够好，或者是说这个工作环境不是你那么喜欢，或者是这个老板啊，就是你觉得不是很明理等等的，就是你会基于你的这个现况啊，你会想要做改变。那这一组朋友看到的是，哇，其实你们身上啊有潜力，宇宙看到的是你身上有潜质，有很多的潜力哦。尤其是当事情看起来很困难的时候，你们心中还是抱有盼望的。你们在环境很艰困的时候，你还是保有希望的，就像是这张图片一样，你很难相信，看似在一个枯萎的这个球茎里面，它其实可以成长成一个很漂亮的花的灵魂。它这边住着一个，大家有看到吗？透明的花的灵魂哦。只要等待适当的条件，它其实会去成长，会去盛开。即使是在最贫瘠的土壤里，其实也会有转变成美丽的一个潜质哦。所以这张牌啊，只要用心去看，其实是可以看见奇迹的。这组的朋友，你们不要担心说，目前的你的财务状况不好，或者说感情看似没有希望，其实你们身上有很多的潜质，以及你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有很多的潜质，有很多的潜力。你们可能从小就会被灌输某一种思想，某一种想法，那个信念深植在你的心中，以至于你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去看到你自己身上的美丽，或者是说你基于人生的固执的想法，你会想说要什么样子的状态才是成功，才是幸福，还是快乐，你可能有一个比较固执跟坚定的想法在里面。那这一张牌啊，其实这张牌的这个潜力啊，其实在告诉你们说，你们的灵魂其实可以继续去成长的，你们的内在有很多的潜力，以及你们身处的这个环境真的是处处的充满奇迹哦。你永远都不要放弃希望，也永远都不会没有办法去改善自己以及自己周遭的环境。这张牌就是你们在转运之后啊，会发现你自己的优势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你也是。你们不要用过去旧有的固有的那个思想来去按照社会的一个规范体系来
还有价值观来衡量你自己，因为这个社会的规范跟标准，其实它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的，还有现在整个世界变化很快，科技日新月异，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外在不断变动的标准嘛，你不要去一直拿这个变动的标准来寻找你自己的道路。看到的是转运之后的你们啊，你们会去找到一个就是对自己你本来很感兴趣的这个兴趣哦，你会的这个事物这个兴趣，你将它发扬光大，可能是你们现在就有在培养的一个技能，或是你们从小就非常喜欢的常常花很多时间投入的一件事情哦，你们会从那个地方开始着手，然后持续的练习，你会真的通过这一个你喜欢的事情，你身上的一个独特的特质跟优点，然后去达到你们下一步的丰盛。所以不要害怕，有的时候生活中一些艰难哦，一些困境哦，它其实是提供你发展的一个机会哦。你们本身内在真的是有很大的潜力，你要想象哦，其实你自己内在是可以开出一朵花的，有一个这种美丽的丰盛的灵魂就在形成。好，你们是可以达到很丰盛的，就像这个苹果结出果子一样，你们可以享用你们自己的丰盛。也就是说啊，在接下来的这个生命中，在接下来的生活中，你们可以去体验这个宇宙给你的恩赐，你们会很和平，就是心存感激啦。过去你可能觉得我很某一部分是没有办法去满足的，比如说财务上的匮乏，感情上的匮乏，就是好像在感情上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还有你觉得付出的感情总是那么的不对等，有一种漂泊漂流的感觉。但是在这里啊，转运之后的你们啊，其实会对宇宙啊处于一个感谢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们本身身心灵是平衡的，你其实不用担心说我今天过完了之后明天的钱要怎么来，或者是说好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伴侣，那我以后会不会孤老终生，会不会一个人要度过呢？好，其实宇宙大自然正在用它无穷的智慧来提供你身心灵的丰盛哦。所以这张牌啊，我觉得它有一种全方面的给你带来丰盛的感觉。这个苹果啊，它是食物嘛，代表说你们在物质吃穿上是不予匮乏的。然后这个苹果它也有营养，就是它会让你吃了之后每一天一颗苹果，然后远离医生嘛。所以这一张牌啊，其实也代表说你们的身心灵状况会慢慢的达到平衡。为什么呢？你会渐渐的知道你自己是很幸运的，而且你本身这个丰盛的思想啊，又吸引到宇宙的关注，所以越来越多的丰盛就是流入到你的生命中哦。好，你们的对于这个要不断的去累积财富的那个压力会减少，因为过去这组朋友，你们可能真的觉得你是很匮乏的，你一旦有了钱之后，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你想要紧紧的抓住，把它抓在手上，你要存钱，看着你存折中的数字增加，就会很安心。另外一种就是你会透过不断的花钱来抒压，来把它变成你喜欢的东西，然后用这些物质充满你，让你觉得很丰盛。那不管是这两种哪一种状况，其实这个内在都有一种不安全感。然后这一张牌，其实我看见你们会选择生命中留下真正对你有用的东西，留下真正能够让你感到快乐的人事物，然后在你的生命中，很多朋友你们可能还会考虑也许你们会自己去种植一些花草植物，自己就是亲手的去体验，然后去种出一些
自己可以吃的食物。有一些朋友也许你们会有自己的小农地，或是在阳台上做这个小小的耕种、小小的收成哦。好，这张牌啊是勇气。这只变化变身的猫咪啊，你看哦，它有了像独角兽一样的这个角，然后它还有很漂亮的这个长尾巴哦。你们其实会有一次很大的就是变身，因为你们内在充满了勇气，你会迎来一种蜕变，一个转变，就像是重生新生一般巨大的这种蜕变，迈向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中，我觉得你们会感觉到你是丰盈的，你是完满的，你不会想要再去追寻什么，你不会觉得我的心好像空空的，我好像有很多的空虚必须要去填补。你们对于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你很清楚知道你可以去靠着自己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哦，你可以有达成成功的一个能力，你不会让恐惧去限制你的可能性。即使是最小的生物，它内在也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来保护自己。当它遭受到攻击的时候，比如说当小鸟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为了保护它的小孩去攻击老鹰。对，所以其实每一种生物它都有勇气的潜能。过去你们真的是忘记了，是因为你们常常被恐惧所困。这个跟前面这张牌有点像，因为恐惧使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实现你的潜力哦。你可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你觉得很舒服的状态，可是这个状态它也阻止了你发现、寻找你真正的能力哦。接下来在蜕变之后呢，我觉得你们充满勇气，你的生活会有一点点冒险哦，你愿意多多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甚至是去面对一些新的人。你们不会再让过去的伤痛来控制你的未来。有些朋友，你可能过去因为在感情中跌倒了，你现在想要在认识人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害怕，就是明明是有机会的，明明是有管道的，可是你们好像就是提不起劲，或是说就是要跟别人发展下一段感情的时候，内心有一个阻挡的声音，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过去其实是有机会去介绍一些合作案，或是说那种公开上台演讲的机会，可是因为你的一些恐惧，害怕自己表现不好，或是说有一些机会你不敢主动的去争取，你们不敢就是在一个很多人的场合去发表你自己的想法。好，接下来呢，你们将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转变，就是你会慢慢的去面对直面正视你的恐惧，然后随着时间的转移之下，原本你害怕的事情你已经不害怕了。因此你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性，你的职涯发展也有更多的可能性，你的人际网络也因此可以去建立更多有意义的关系哦。你们不要觉得自己是失败的，你们本身真的是有很大的潜质。恐惧有的时候是保护你远离危险，恐惧有的时候呢可以追溯到以前你们小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特定的这个经验、特定的事件哦。好，但是有的时候对于未知的恐惧它可能是后天的学习而来的。你们要去思考，你对于这件事情的恐惧是真的吗？接下来的情况就是你们不会再好像畏首畏尾，你们不会再跟别人应对的时候唯唯诺诺，或者说在感情中不断的，或者说在人际关系中不断的想要去讨好别人。接下来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你们接下来就是要走自己的路你们没有要去配合别人，你们没有要去完完全全的去在一个状态中去屈服或是去顺从啦。就是你们就是想要用你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好，下一张牌呢是成长这个小猫咪它拿了一颗爱心在舔这个心
有的时候啊，你们的灵魂哦，需要稍微独处一下。这个独处是你可以去隔绝一些外在的声音哦，去关掉那个外在的杂讯，然后把专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不要去依赖别人的指引。这个是你们接下来就是走自己的路会成为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们真的是相信自己的心哦，你会开始问自己，你的心要什么？你们不会太努力的去取悦别人，你也不会为了要留在一段关系，留在一个职场环境，不断的去讨好别人，不断的去寻求外部的认同哦。你知道你的价值不再是由别人来定义哦，你会很清楚的看到你在这个宇宙中，不论你今天的身份地位年纪怎么样，你都知道你很重要。好，这一张牌哦，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是这个转变是发自内心的转变，你们相信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意义，这个价值，因此啊，你整个面对自己的方式跟待人处事的方式都不一样了，你会非常的珍惜，你会非常的珍视自己。好，我们下一张牌哦，是自由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一直以来在追求物质的丰盛或物质这个金钱的回报，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很想要得到自由，你们不一定说我一定要爬到一个什么很高的位置，或者说我一定要掌权，我一定要出名，但是我觉得这一组你们很想要有一个自由，完完全全的自由。这个自由包含了我想要做什么，以及不想要做什么的自由。想跟谁说话，以及不想要跟谁说话的自由，时间安排上的一个自由，这个是你们过去为什么一直汲汲营营的在工作上，因为你很希望你可以达到这个财富的自由，这个金钱啊，其实就是一种可以去交换别人为你做事的一个货币嘛，你可以去用金钱买别人的时间，也可以用金钱来买你自己的时间，所以我看到你们接下来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自由的体验哦，你可以自由的去学习，自由的体验，代表说我觉得前期啊，你们在财务状况就已经完全的不用担心了。好，你能够理解说你现在的这个财务状况其实不能去束缚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第一种就是你们真的达成了财务上的这个丰盛，财务上的喜讯嘛，祝福源源不绝，然后这个财务上的丰收跟丰盛来自于你本身独特的优点，独特的特质。你达成了这个财务上的丰盛之后啊，其实你们也不见得要的更多，你们就是好达到这个丰盛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去自由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第二种自由啊，是我觉得你们挣脱了外在的一个枷锁，因为有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天生就是投胎投的还不错，可能原生家庭第一次投胎那个其实你就不用太担心，或者说你家庭也有给你一些资助啦，或者是说你的原生家庭给你在教育上的培养是还不错的，以至于你现在有一个算是还不错的这种高薪的一个工作。所以你们这个自由更有点像是拿掉别人对你的一些看法跟评价，真正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哦。你可以感受到外在的这个价值观，别人的评价不能够再束缚你，然后你可以去信仰，你可以去重新发现你跟宇宙的连接，你们的灵魂真的自由了，从这个物质生活，从现在这个生活中的这种竞争啊，就是谁有更多的这种房子，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钱，你会从某一种竞争比较中解放出来，然后真正的达到满足。其实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怎么使用你的金钱，你也可以用金钱来买到自尊跟自我价值，你可以去买一个让人家
很倾羡、很羡慕的包包或者是车子等等的，你们拥有这样子的权利。可是你们更大一个程度是，你们可能会选择不去花这笔钱，因为你知道，你的自我价值以及你自己的尊贵，不是需要别人来去定义你的，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外在的东西，你都会很看重自己。这个就是真正的达到了某一种心灵程度的自由，你不会真的是需要花那笔钱来证明你自己是优秀的。好，当然你们想要去买来让自己开心也是可以的，因为你们的物质上是丰盛的。好，接下来呢，好，这几张开牌就是很温暖的一个能量，很厉害的能量。接下来再继续看一下宇宙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好吗？好，第一张牌哦 ，quit， 这个离开、退出或是辞职哦。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在接下来的生命中，你会做一个暂停哦。你们曾经啦，可能经历了一个比较幽暗的一个状态，但是在这个幽暗的状态中，你们还是试图想要去找到一个方向，你试图在好像没有路的地方想要去找一个路，不管是一段关系，或者说一个职场环境，或者说学业上的一个方向。那接下来我看到你们比较像是转换，或者是说转念。这个转换跟转念不一定是放弃，而是有的时候你的思考路径有了一个转换，因此你会用别种手段、别种方式来达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哦。你们过去可能真的是经历了一个你觉得前方都没有路的状态，或者说你觉得很迷茫、很沮丧的一个状态，但是宇宙提醒你说，你暂时停下来休息一下，或者是说你去切断一些会干扰你的人事物。其实这个就是暂停一下，是为了蹲低，是为了跳更高。你现在有多艰难，之后显化的那个奇迹就有多美好。你们看这边有一只鸟它代表着跨越障碍之后的你们，但是还在这里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想过，我有一天其实可以很轻松的有一个翅膀可以飞越这么大的一个树你可能还一直在想着，我到底要怎么绕过去，对不对？我手上拿着一个锄头，我是要去挖洞吗？还是应该怎么样呢？是要把这个障碍物移除吗？其实你们有可能会有翅膀，对不对？你会被宇宙赋予一双漂亮的翅膀，就像这个小鸟一样，飞离开原本的那个障碍的一个状态。好，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是你们会遇到跟你同频的灵魂来帮助你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好运很可能是来自于你们的一个以前的好友、旧的朋友。那你们两个可能就是一些老同学、同学会好，你跟他们重新的产生连接，重新的产生聚会，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对方提供了你一些想法，或者说你们谈论的一些话题，启发了你，让你去着手开启一下新的事业，或者说现在从你的事业方向去做一些微调。那这个人可能是你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个朋友，也有可能是你每天都见面，你常常见面，但是你们没有时间好好去深谈的一个人。那很可能是一个女性，那你去跟她多聊聊的话，你会觉得你本来好像走不出去，怎么走都走不出去的那个困境豁然而解。它提供了你某一种清晰的视野，它不见得是直接点出你的方向，有点像是他透过跟你的谈话，你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或者是这个人他身边有一些他的这种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就是家人，或是他有认识的朋友是有那一方面的资源的。好，他可以提供你一个解决法律议题或是财务危机的一个方法。所以
透过这个人啊，透过这个渠道，你可以去脱困哦。你可以有些朋友真的是去摆脱了一个负债解决的一个方法哦，就是从这个人的口中知道，有什么样子的专业资讯，你可以去求助，你的这个状况哦，总算会被完完全全的解决。好。这一张牌也是代表着一个来自于朋友的一个帮助哦。有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得到一个帮助，然后这张牌是进化哦，你正在得到来自宇宙、来自朋友的一个帮助。好，这个毛毛怪啊，他过去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很多的伤痛，所以他身上真的背负了很多沉重的消极的情绪。然后一样，我这边有一只小鸟，小鸟又出现了。它呢，这个有羽毛的小伙伴啊，他使用了一些魔法，他手中抱着一颗鸡蛋，有没有来找我们的这个毛毛怪？这张牌是告诉你说，你要去找一个可以让你倾诉的地方哦，就像这个蛋一样，你把你心中的恐惧、焦虑，还有很多的烦恼啊，对这个蛋说话，然后这个蛋最后会被带走，会随风而逝。以一个像飞翔的方式把那一些比较幽暗的思考，把它吹散。宇宙会给你这样子的天使，这样子的机会，让你可以对他去倾诉，好像就是一个树洞一样，所有内心的想法你都去说，然后说了之后，你不用担心会被八卦，或者是会被担心被别人听到，没有，它就是你说了之后，全部都在这个蛋里，然后就离开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哦，会有一个我觉得会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出来帮助你帮助你走出负面情绪，或是帮助你排毒哦。你们不要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不要觉得自己是支离破碎的。这张牌要让你去看清楚，其实你现在的困境很可能在很多人身上也发生过，或者是说也现在有很多人正在经历你现在的这个困境哦。所以你有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的处境就是很孤单，没有办法解决。事实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可能面临了类似的困境，而他们也找到解决的方法哦。你们可以去呼召宇宙，宇宙会派这个小天使来帮助你，来净化你，然后去卸下你身上的重担，你不需要独自承受嘛。然后这两张牌都有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我觉得你们生命中会有那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啊，不管是透过实体的方式或网络的方式，他会帮助你。你可以去真的是把内心的一些话跟他倾诉，你可以从他们那边得到一些支持跟安慰。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转运后的人生新篇章，你们会出去玩呢，你们可能会去旅行啊，或者是说你看这边又有一只蝴蝶哦，你们有很多这种有翅膀的这个会飞的这个好蝴蝶啊，还有鸟啊，好动物昆虫。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接下来哦，你们真的会很嗨耶，因为你们已经脱困了，不管是解决了财务上的困境啊，或者是说解决了人际关系的困境，你走出去之后，因为你就是得到这个灵光乍现来自宇宙的一个提醒之后啊，其实很多的状况都可以解决，就很多的那种困境啊都已经被突破了。我觉得接下来你们就是很渴望随性放松的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因为你以前可能真的是为了钱啊，你需要去忍耐，需要去寄人篱下，或者说需要去跟某一个人维系一段关系哦，可是现在你们已经不用担心了，因为你们已经拥有，就是我觉得你们的底气已经足够了，你可以过你想要的生活，你可以用你本身独特的才能去帮助你创造更大的丰盛。然后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得到财务上的一个良好的建议哦，你可以透过投资或者是说良好的理财，让你的财富有一个翻倍成长的机会，丰盛的机会。那真的是
真的是有一些人是透过这种理财规划的方式，或是说投资的方式，让你好好的去检视你的金钱状况，你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还有这个方法哦，其实不用这样子死死的存钱，原来它是有一个有一个管道，可以在比较没有风险的状况下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那大家也要记住哦，这个人是值得信赖的人，所以大家如果是网络上的一些那些骗局，或者是说要你加入什么群组，大家要自己去辨别一下，这个人他是可以跟你有一定正式基础，你可以去信赖的人。好，接下来得到了丰盛之后，你们就会开始做你的兴趣爱好，你开心做的事，你会开始去玩啊。你们真的有些朋友，你们就是去国外啊，然后短途旅行、长途旅行，去朝圣啊，然后去体验某一种文化，沉浸在其中哦，而且还会有人跟你们一起玩哦。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有家庭有家人的话，我看到的是你们还会带你们的家人一起出去玩哦，代表说你的财务的这个丰盛啊，不只可以丰盛你，其实你还可以去招待你的家人，或者这个钱财还是可以去帮助你的家庭，不只有你哦，它是可以稳定的增长，可以去滋养，然后培育你的这个下一代的，所以你们真的是找到了一个属于你们的模式，可以把过去某一个漏洞把它填补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开始这个财富的水桶越积越多。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第一张是太阳牌，第二张是圣杯十，第三张是圣杯一，第四张是宝剑八，好，第五张是金币七，还有权杖七，哇哦，好，我看一下哦，非常闪亮亮的一组牌耶，它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开牌啊，这张牌是太阳牌，太阳牌大家知道，它就是告诉你说，你们的未来哦，前方是会成功的哦，你们的运气啊，被太阳牌提升到最高峰、最高级别的运气。那这个太阳牌的运气啊，它是一个努力过后的成功。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不管你们现在的状况怎样，你就是往前冲就对了。你努力之后会得到成功，你会得到充满喜悦的一天，而且那个成功你不会觉得是好像是凭运气而来，很不踏实，你怕宇宙下一秒就把你收走，其实不会的，你会感觉到你的内心是很充实，是很富足的，你们绝对是能够去后来居上，你可以去享受付出，乐在付出，然后实质上的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那这边还有一个讯息，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尽量不要以投机取巧的方式，因为太阳牌它有一个诚实嘛，就是你可能知道有一些方法可以更快速的达到那个你要去的地方，更快速的获取一些金钱，可是其中可能有一些不正直的部分，那宇宙提醒你避免去做这些比较取巧的事情，它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可是长期以来却是会有损你们的福报的，有点像是你短期冲很快，可是到后来会后继无力。可是如果你们走正道行正路的话，这条路是可以走的长长远远的，而且你们的内心会非常非常的快乐，勇往直前，就是怀抱着热情向前冲。你们转运之后的人生新篇章其实是有很多的期待的。那你们下一张哦，就是金币十啊，金币十整个是一个就是完完全全很丰盛跟很富足的一个状态。好，有些朋友你们还可能就是得到一些珠宝钱财，然后它是来自于你上一辈祖父辈或者房子土地给你的，就是继承来自于你们家族的一些财产哦，有可能是公司的股份都有可能，然后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持续的
源源不绝的创造金钱的。那有一些朋友，如果你没有继承某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你比较像是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企划案成功了，或者说你现在在写的这个论文啊，或是你现在在想要去出版的一本书，你的概念它会实质上成型，一炮而红，然后会有很多人向你探寻，很多人向你询问。好，下一张牌啊是圣杯10，你们会收到这个充满满满10个杯子的祝福哦。而且这个祝福啊，有的时候不是你靠理性，你靠理智，就是你靠逻辑去想可以得到的。这个祝福有点像是超乎你想象的祝福哦，你可能都会很惊讶说，怎么可能会得到这样子的礼物，这样子好全新的一个新的这种财富的大幅的增长。可是真的很有可能哦，也许你过去有累积已久的这个订单啊，宇宙迟到的订单，它就是要一笔还给你，就是10个愿望一次满足，让你可以很快速的去达到一个你很想要达成的那一种状态。有些人你们在这个职务上，你会确实获得一个你想要获得的位置，或者说你们的公司啊越来越稳定，然后越来越可以去形成一个大家信赖的名声跟品牌。那有些朋友啊，你们则是可以去享受，可以去建立你理想中的那个憧憬的一个家庭哦，爱情的一个模样。因为在这个10个圣杯中，它其实上面有一道彩虹，在这个彩虹下方啊有城堡，城堡里面当然是有住着人，所以代表说你们的这个努力啊，以前到现在的这个努力，它最终会开花结果，而且这个开花结果会让你跟你身边的人都享受到很大的幸福哦。有些朋友你们的这个幸运啊，我觉得来自于城堡中的其他人给你的一个关怀跟帮助。就是这么说好了，有的朋友其实你们真的是自己努力而得来的，但有些人你们的状况比较像是因为你身边的人每一个人都超级给力的，所以你们就不用，应该说你们还是在你们的本分上做好你的事情，可是你所得到的会超过你所付出的这么多。比如说你的老公老婆非常的好，就是很能干，然后又为这个家庭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跟资助，或者是说你有很好的兄弟姐妹，或者是说爸爸妈妈他们给了你很多的支持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让你在付出跟别人相同的努力的情况下，你可以得到比别人多更多。这个是来自于什么呢？这是来自于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关爱。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有可能你们得到的这个财富是来自于你身边的人对你的一个关爱，他对你的爱意，所以他呢去满足你金钱上的需要，满足你物质上的需要。这一组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好，圣杯1哦，这边又有一只这个白色的鸟哦，飞到这个杯子来，共享一杯羹。好，这张牌就很明显啦，是爱情的力量啊。你们内心会有爱，然后这个爱会被一个人接收到，暗示着幸福满意哦，你们可以感受到爱情哦。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孤单的，在转运之后的这个新的篇章啊，就是你会感受到你是被爱包围的，你会感受到你其实不用再去担忧很多的事情，你不用再去为怎么赚钱烦恼，或者说不会再去烦恼说我要怎么去认识新的这个伴侣，新的异性。接下来我觉得这些好运它真的是流向你，走向你，它不是需要你去汲汲营营的去做，你只要去努力的往前冲，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在你的就是在走你本来想要走的那个方向就好。那其他人啊，他们会
自己被你吸引而来，就是你只要专注的做你自己的事，然后那些爱情啊、合作伙伴，他们其实会自己找到你，自己向你靠近哦。跟你心意相通的人，他会来自己的找到你。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宝剑八。过去啊，有一段时间哦，你们很可能真的是被逼上了绝境。你们在某一个状况中静静的忍耐等待，你希望旁边的这个人不要再说话了，不要再批评你，不要再攻击你，或者是你希望这个状态赶快结束。所以有一段时间，你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有力量，希望别人来救你，或者是说你觉得自己内心有一个很深层的无力感跟孤独感，你觉得你自己好像被束缚住了，你不知道该怎么走，寸步难行。你就是在那边忍耐等待，希望这个困境快点结束。你就是应该说你们有一种情况是，你们可能也不反抗，因为你无力反抗，你怕反抗之后会遭受到更大的一个打击，或者说更大的一个批评哦。因此你们就是想要忍耐，希望可以维持现状，或者说不要让状况继续恶化了，或者说你在等待有一天可以离开这种情况。好，过去的这个束缚你的人啊，他要离开了。好，过去那个考验你忍耐力的这个事件不自由的状况，它将要结束了。它可能是一个规矩很多的职场，或是一个很严格的管理体制，或者说你的生活中被塞满了很多的责任义务，你感觉到你说话是动辄得咎，你受到监视，然后常常会觉得说好像有很多人想要扯你后腿，有很多人想要去设陷阱来害你等等的，这样子的状况要结束了，你们即将要迎来这个崭新的这个一页，这个状况会离开，你们会脱困哦。好，接下来进入到的就是金币七哦。金币七的这个王子啊，很悠闲的在他的土地上耕耘哦，所以这个财富啊，我觉得它会成长，不是没有原因的，它真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第一张牌，你内在的潜质，你内在的特质真的是被看到之后，你去把你的兴趣实质的变成一个可以赚钱的模式，或者是说实质的运用你的能力，在现有的组织中去抓取一些机会，然后这个机会就像这个财富，就像这个果子一样源源不绝的长出来。过去你可能真的是被蒙蔽住了，看不见方向，找不到头绪，你想要赚钱就是东试西试，可是也就是每一个地方都去尝试了，你也找不到说到底哪一个状况，哪一个方法才可以赚钱。课程你也去上了，然后那个就是什么该学的都去学了，或者说你也去投资自己，可是你就没有办法获得稳定的回报。你可能每次都使出浑身解数，可是在财务上却还是很紧张。然后呢，真的是无意之间哦，你们就轻松的成功了，真的就是运来了，你就是轻轻松松的就达到了一个心流的状态，你就是很沉静的去做，那个钱就源源不绝的来了。然后你得到这个财富之后，你们真的会超级开心哦，就像有翅膀一样，你就是要起飞，你觉得好开心，你想要去用这些钱去做各种你想要去做的事情。你之前可能一直因为没有钱，然后一直去忍耐，或者说不敢去花。现在你们真的就是不用担心，想做什么尽情的去做，好想吃什么，想要买什么，真的都是可以尽情的去体验，去看一看。然后权杖七啊，你们会取得这个奋斗后最终的胜利，因为你们已经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你们就是在上方，你们就是取胜嘛。而且啊，你们虽然下方有很多想要干扰你的小人，可是你们真的是完全可以把它碾压过去哦。你站在了一个绝对有利的位置，而且是可以取得一个压倒性的胜利，你们有很大的优势，你们要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你们掌握了主导权，其实接下来真的是没有人可以阻碍你，你主导了两个人的对话的情境，
而且你可以，你的计划、你的想法，你可以获得最终的一个成功哦。你可以靠着自己的魅力，让周遭的人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敌人。那些人哦，就是被你打倒了之后还甘拜下风，觉得哇，你真的好厉害，我们要追随你，而不是要成为你的敌人。因为成为你的敌人太辛苦了，我要跟你一起合作，一起成长。所以这张牌就是接下来啊，你们绝对是可以去获得胜利的，不管是在哪一种场合，过去你认为很棘手的事情，现在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去解决了。我觉得这个翅膀啊，也代表着你们的自由，因为你们本身有能力了。有能力就可以获得你想要的自由。有的时候你有财富，不见得可以获得你真心想要的自由，因为你可能还会被束缚在某一种家庭的状况中，或是你还是需要去配合很多的人。可是今天啊，我觉得是你们心态上很坚定了，你去有自信的说出你的话，然后别人会去倾听，别人会去考量，别人去严肃的对待，不是把你的声音然后当作是背景音没有听到。这一组的朋友，宇宙真的是会给你来自于上天的这种财富的讯息哦，就像金币掉下来的声音，你真的是要去接收到宇宙给你的财务上的这个密码，财务上的成功的关键的钥匙。好，他告诉你的时候，要请你们真的是要从过去的这个困境走出来。其实你们内心啊，已经开始长出力量了。你不要还自己把自己困住，过去是别人把你困住，可是有的时候困太久，你都会忘记说啊，其实我现在脚是可以走，其实我已经长大了。那如果你们忘记了这一点，忘记自己是有翅膀可以飞的话，就会变成作茧自缚，持续的你的那个思想就变成是把你困住的枷锁，让你不能动。你们现在绝对可以动，你绝对可以去找到一条对的方向，然后在那个地方去种种子，然后让它发芽，去生根，去建立属于你的这个财富的地图，财富的城堡。你绝对可以去获得属于你的这个丰盛，然后是一年复一年的，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满足。所以接下来真的就像有翅膀一样，你们的人生就是要开挂，你们的人生就是要达成一个起飞的一个状态了。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能量神谕卡的部分。第一张牌是一个正在静坐的男孩子哦，这张牌是休息跟回春哦。好，这张牌传递的讯息就是要大家放松一下，给自己多一点空闲的时间哦，可以去冥想，可以去放松。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一方面是你要放松的状态，才可以比较容易接收到宇宙给你的讯息。第二个就是要帮助你回春啦，就是你们有了钱之后，我们还要变得更年轻更美丽，然后要让你自己稍微停下脚步，让你自己的细胞好像重新的再次的生长起来，让你自己去停下脚步哦。过去你可能汲汲营的再去经营你的人生，因为你们要赚钱，可是因为现在财务的危机解决了，可以迎来财富的丰盛，因此啊，你就是不要再去做一些要去消耗你生命的事情，或者是说去折损你健康的事情啊。你不要把自己好像陷入一个，就是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机器人。就算你是一个机器人，你有的时候也需要重新的关机再开机，让它重启一下。所以你们这一组真的是要好好的休息，有的时候好好的休息其实会比你们一直忙来忙去很辛苦的更有效果，能够更快速的达到你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放松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哦，它也有助于你跟宇宙的连接。而且我们这一组啊还要回春，我们要变帅变美，还要恢复这个年轻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休息一下。第二张牌是关爱的连结哦，这张牌代表的是爱情很明显，还有一种就是友谊，或是说有些人是在萌芽中的爱情，一个可能的一个恋爱的状况哦。好，
这张牌就是很温柔的沐浴在一个那种很甜蜜的状况的一个情侣啊，这个男生看起来是蛮年轻的哦，然后长得还蛮好看的。那两个人呢，可能代表的是一段真的是纯粹的爱情，或是你会跟一个这种穿着衬衫的男孩子展开一段商业的合作，或者说你们两个一开始是因为这种事业上的合作开始认识，或者是从友谊开始认识，然后慢慢的发展成爱情哦。你们两个就是会产生很那种浪漫的氛围哦，所以这一组的朋友，特别是单身的话，留意一下职场啊，或是那种学习进修的场合，或是那个商业的那种联谊会啊，有没有可能啊遇到新的连结哦，新的亲密关系，温柔的这种命中注定的灵魂伴侣，然后可能会出现，或者是说，这个人是你商业上的合作伙伴，然后合作也变成这个人生上的好伙伴、好队友，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张牌是一个长头发的男生，他手中握着一个这个古代的钱币，然后背后是花园，这边有一个太阳。好，这个人拿着钱正在看着你，有没有？他直视着你。坐在花田中的男性，然后他手上握着一个又大又亮的金币哦。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男生的话，我觉得这个代表说财富实质的握在你们的手上，你们的这个创业或者说你们发展的事业会越来越成功，而且你们已经准备好去实现你心中的这个理想，你也准备好去接收在人生道路上宇宙给你的更多的财富，那你要准备去行动。好，那第二个情况就是你们很可能会遇见一个财务顾问，或者是说一个这种金钱疗愈师嘛，就是他在金钱上是有专业的，他可以去帮助你获得一些建议。他跟前面那一张牌有点类似，你们会出现一个在金钱上可以去协助你提供专业建议的一个朋友，他可以去提供你明确的一个实际的行动方案，所以你一定要去接受这个人给你的支持，不要你自己去想，去听一听对方跟你的一些建议，然后把这些建议吸收之后，再去跟你从宇宙中聆听到的这个声音去做核对，去做比对，找出两者之间的交集性。然后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呢，很可能这个人是一个新的恋情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有钱的富有的人士。好，他带着钱来找你，或者是这个人就是你们这一组真的是有在职场，或者是有在那种职场相关的合作的伙伴，可能是你的客户上下游，或者你们同一个产业相似的这种领域中认识的一个人他可能潜力还不错，口袋很深，或者是说他家庭就是有金山银山有可能会认识这样子的人，然后他可以在财务上提供你一些协助。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是旅程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新的旅程要展开了，而且你们还有那种讯息是你们是不是有要搬家，真的是要去就是可能会长时间的去某一个地方居住，你可能因为出差的缘故，你要去国外或者是其他地方住比较久，可能1-2个月以上，或者是说你们真的是要因为进修，因为求学，然后展开新的旅程，你们现在已经在新的城市、新的国家开始你的新的生活那有些朋友你这个旅程我觉得是超级放松的，你带着你的行李还有最心爱的这个亮亮的这个蓝色的宝石，我们要去度假。好，那有一些朋友这个旅程代表说你们的生命即将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你们可能会带着行李去找你心爱的人，跟他一起住，跟他同居，那这个旅程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小小的冒险。好，你们非常渴望
转换环境，对不对？或者说你们想要去出走，就是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去转换一下心情，脱离这个日常的这种每一天的这种规律，想要去展开一个小小的冒险，转换心情，看一下新的世界，所以新的事件，所以这张牌告诉你说，其实你们真的可以在旅途中获得很多新的能量，而且你们一定会有新的这个旅程，不管它是长途、短途，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真的是有这种被外派到海外，或者是说到新的地方很雀跃的展开新生活、新冒险的一个能量哦。你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祝福哦，它正在带领你走向新的一个地方，无论是内在跟外在都已经开始展开了能量上的一个升级哦。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如果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第二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要来看一下转运之后你们人生中的新篇章会有什么样子的好运来临，以及呢你们会过着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哦。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哦，正力、荒野、峡谷、相似的。好，这一组的朋友首先呢你们过去在人生中可能有的时候你们会默默的付出，虽然是默默的，有点像是你在付出的时候希望得到来自别人的一个赞赏，就是其实你们蛮愿意在人际关系互动在感情上付出的，但是你们会有一些没有明讲的需求，你们其实会希望别人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来给你一些报答、感谢，一句话或者什么都很好。那如果你们没有得到的话，内心会累积一些不满跟失望，但是你们又不大会直接的去表达这些负面的情绪，有的时候会用比较迂回的方式呈现出来哦，就是在跟某一个人互动，如果他让你不开心，你又不敢直接跟他发脾气，或者说不想直接跟他发脾气的话，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比较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怒气。在过去你们心中有一些这种状态是让你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很像压力锅的一个状态，那内心有很多对于现实生活或者对于现况的不满足，或者说你觉得还可以更好。那有些朋友你们真的是压抑了很久，可能会不小心在某一个场合就是生气或是爆炸起来，其实你们还蛮需要一个可以让你舒缓压力或是改变心情的一个出口哦。好，那我看到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就是你们在心态上不再会想要去当一个好先生或是好小姐哦，这个心态会变得更加的健全，就是你们很像是突然顿悟，突然领悟到什么事情，就是你觉得过去的这个行为模式好像也没有让你前往你想要的生活，因此你们突然的就是想要去终止，想要去改变了。好，你们不再会去忙着就是跟其他人解释，忙着辩解，或者是帮别人解决问题讨好等等的方式来获得你想要的。反而我觉得你们会更加的，首先就是能够接受自己的一切，包含你能够看见自己的能力、自信、你的勇气，还有你的一些创造力。其实这些东西，这些潜质本来就存在你们的生命中，只是你过去好像都看不见。突然你在心态上顿悟了，你愿意去看见自己的美好，以及你们愿意去包含自己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一些
过错、一些缺点、一些黑暗面，你会明白，就是你不会想要去隐藏那些你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在跟人际互动上，你觉得你比较不会就是可能就是表达社交上你可能比较不会说话，但是这个也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或者是说你在面对很多人的时候好，比较紧张，或是进入到亲密关系的话，你会想要去控制，你会很容易缺乏安全感等等的。那这一种过去你认为是缺点，或是说你认为是造成你亲密关系跟人互动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结果，你认为是你自身的问题。但是现在你们的心态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完完全全的你会去接纳你自己。好，过去你不敢将自己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不敢大方的要求想要的事物，所以呢，你会对于你的人生有一种无力感。而现在新的开始的这个生活，接下来的3到6个月，我觉得心态上第一个会有转变。接下来很多事情，你们就很像是来到荒郊野外一样，来到一个就是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你会发现，有些东西跟你想的不一样，包含了你可能原本觉得这个东西适合你，这个人适合你，但是你会用新的眼光去看，在这个适合当中，你会更加贴近自己的内心，去我觉得是呈现出这最真实、最真诚，甚至是最原始，没有经过这种社会化，就是那种各种包装过后，你会呈现出最真实的自己你会对自己很忠诚。好，当你知道就是你会明白你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然后因为你生活中有了你真心想要的东西，以及设立了一个目标，你就会往前走，而且你们是开心的、雀跃的，好像重新在生活中发现了新大陆、新的想要去探索的事情一样。你们会很雀跃，不再觉得自己是被生活打败或是很无力的，你们就会很专注的去，好像来到一个全新的国家去旅游你会想尽办法好用你的技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或是去在这个世界上进行各种体验。你们眼前会出现很不一样的风景我觉得你们会在跟人的这个互动上，可能过去跟某一些人互动，这个是就是可能某一些人他有一些行为，或者是说某一类人他有一些行为，有一些举动是会让你生气的，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个互动方式让你很不舒服，甚至是冒犯到你，对你不礼貌的，而你并没有真的对他做什么，就是有些人就是有一些无端的恶意给你。好，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你们会一个理解的角度，就是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他呢可能今天触碰到某一个因子，或听到了某一些话，他会把他人生中的负能量散发出来，可是这个负能量你们没有必要去接受，因为你的世界很宽广，甚至这个负能量就像是一个很小的这种气体，在你的天地中释放之后就不见了。你们的天地接下来要面对是一个很宽广的世界，你不会再浪费精力在对那些无谓的人事物去烦恼，就是你们会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小事，没有必要去浪费精力在跟这些不重要的人事物上生气。你们的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体验很多的美好，以及呢，把你在这个世界上体验中累积的这些知识，或是你得到的一些感悟，再去回归分享给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
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在接下来的生活绝对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就很像是你前面这两张牌大家都有看到有这个倒下来的这个树，你们过去在生命中可能真的经历过暴风雨，这个暴风雨很大，然后把你身边的这个树都吹倒了。这个树吹倒，可能一开始你们很惊吓、很害怕，但是我看到是你们可以学习在这个倒下来的这个树上，你把它当椅子坐下来，你在这个挫折上去休息，你在这个挫折上去放松。好，你在这个跌倒的地方哦，你去借由它去看到更宽广的世界，也去认识更真实的自己。所以过去的挫折其实造就你，你们可能会将你过去的一些感情的经验，或是说成长过程的遭遇，或者是说你跟别人合作在事业上的一个经历等等的，你将这些体验用文字、用影片、用这种说话、演讲的方式表达给其他人，让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足迹留下了美好的记录，然后你们会被能量推进，你们会被宇宙的能量推进，要往前去看更大、更美好的世界。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很厉害的就是你们的这个思想哦，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在这一世的体验中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可能真的是选择了去不一样的国家或者是城市打拼，带着你们的行囊，你去转换一个生活的地点，或是有些朋友你开始去做人生中一些小小的冒险，这个冒险可能是你第一次尝试创业，或者说你第一次开启副业，你跟别人合作，或者是说你进入一段亲密的关系、婚姻关系，这个也是某种程度的一个冒险嘛，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是如何。但是呢，你们在这个冒险的过程中，你们会带着雀跃去看见，你们的生活不会感到无聊，也不会感到无力，你们生活绝对有很多体验的东西可以去看，看左边、看右边、看上面跟看你的脚下，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那此外就是我觉得你们在特别是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你们过去在人跟人的这个互动上会让你感到比较困难跟无力。有的时候在工作场合、在学习场合、在学校，你们不见得是不会去完成那个学校或者是公司给你的那些任务、那些事情。有的时候你们感受到挫折，反而是来自于人。我觉得你们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过去不擅长设下界限，不擅长说不要，或是不擅长拒绝一些太超过的要求的话，你们可能会在生活、在互动上比较有一些无力感。但是接下来的这个能量，反转的能量，就是你们会重新掌握你的人生的主导权跟权利，你们会勇敢的去说出内心的一些需求，以及别人对你的侵犯。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会很勇敢的拒绝，或者是很直爽的去表达你的想法。当你做了第一次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没有那么可怕，或者是说那个后果是你可以处理的，是你可以控制的，反而对方会被你的态度惊讶到，因为你们的气势真的是很沉稳，这个气场是非常开阔的。那你们不大会再因为人的问题而去隐藏你的才华，隐藏你的聪明，你们会有你们的这种作为，会达到属于你们的成就哦。真的，你们接下来看到的风景，接触到的这种阶层也会不一样。
有些朋友，你们过去真的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在那个环境中，那边的人真的不大适合你的能量，因此你的聪明才智啊，或者是说你看得更远，你反而会被他们欺负，因为他们内心的不自信，因为他们内心的一些自尊哦，他就不想要，就是看到你这么好，他反而会想要去泼你脏水等等的。现在因为你们整个能量场已经到达了不一样的高度，你们的能量场已经升级了，你们接下来要跟这些负能量的人事物，不符合你能量频率振动的人事物分道扬镳，你们要走自己的路。有一段时间你们会比较孤独，在探索，可是探索完之后，那绝对是不一样的风景。而且这一张牌我觉得你们很大程度会来自就是在接下来就是来地球的这个体验中，你将会辨认出你的灵魂家族的伙伴，或者是你们的灵魂伴侣，在这种爱情上长久合作发展的一个对象。这个能够去辨识出跟你相似的灵魂，一方面真的是因为机缘到了宇宙的一个牵线，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真的是你们本身的那个智慧增长了，你们其实可以去看见外表，这个人外表底下的一个真实的样貌，以及我觉得你们在预测事情的时候，能够更真实的看见那个核心的一个观念哦。好，怎么说呢？有些人或是说你在了解一样新的事物的时候，应该说大家在了解一样新的事物的时候，也许呢你们会先去看一看，查一查别人过去是怎么说这件事情，或者说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借由别人的文字、语言、想法，你有了初步的概念。但我觉得你们比较特别的是，就是你们能够去知道，在这么多纷乱的资讯中，哪一些人讲话是没有逻辑的，哪一些人他的这个分析其实是不对的，或是说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很浅的东西，很初步的东西。如果你信了这个资讯，这个言论，你实际去着手这件事情，或跳下去这个领域之后，你会发现哇，完全不一样。好，那个真的就只是一个很浅的表层的一个理解，而你们能够做的是，你们能够去看到这件事情、这个规则，还有这个领域的一些底层的逻辑哦。然后，你们在面对人跟人的互动上也是，有一些人他对你很和善，可是他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去推你就是去捅你一刀。好，有些人平常跟你没有太多的互动，可是在你可能被别人诬陷的时候，他愿意勇敢的出来为你作证。那接下来我觉得你们很重要的能量就是辨识出真正跟你能够有志同道合的这个灵魂伙伴，你灵魂家族的伙伴。很特别的是，你们跟这个灵魂家族的伙伴，你们不一定要认识很久，或者说不一定要经过很多次的交谈，在能量的牵引上，你们其实就能够连接在一起，而且你们能够会互相分享你们来到地球上学习到的一个智慧。很多朋友，你们遇到的将会是你们的一个心爱的灵魂伴侣哦。这个灵魂伴侣大家看到有一只兔子是比较小的，有一只兔子是比较大的。好，首先这个灵魂伴侣，我觉得你们会有年纪的差别哦，可能会有年纪上的差别，或者是身高上的一个差异，或者是说地区的一个差别，就是你们身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个是不一样的，是一个差距比较大的。也有可能是你们的收入的状况是有一些差距的，可能你赚到的钱是这样，然后对方是下一个级距，好，下一个不同的等级等等的，或者是说你们的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文的一个非常需要感性的，然后一个是非常理智的理工科理性的那种不一样的
领域，就是你们身上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差别。那但是你们看见你们本身的这个就是身上的这个斑点，应该说心灵啦，你会发现你们的心灵是非常有默契，非常能够去沟通的。而且这边还有一个讯息是，我觉得你跟他可能都会脱离你原本的生活圈，去为了跟对方相遇，跟对方在一起。有些朋友甚至是有点像是你们本来可能有一段感情，或者是说已经发展一段感情，但是在那个感情中，你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的心里是被填满的，因此你真正遇到灵魂伴侣的时候，会脱离你原来的那个圈子，好，跟他一起进入到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那也有可能是对方本来呢，他是正在发展一段感情，有一些暧昧等等，但是他遇到你之后，他就完完全全明白什么东西才是他真的要的人。你们心中都会有一个很触电的感觉。你们两个一开始其实过去啦，或多或少可能都有想过说，会不会我今生有机会遇到我的灵魂伴侣，但可能你们只是放在心中的那个想法，因为现实生活中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条件。你看这边还有可能有一个人是可能过去也许是结过婚，或者是就是少数的朋友啊，不可能是你们或者是对方，可能有人曾经是结过婚，或者是说跟别人组建过家庭，少部分的朋友有这样子的能量哦。好，那因为可能过去这种感情经历，让你说对于感情不见得那么的有信心啦，但是还是有期待说希望在某一个未来哦，宇宙会把这样子的人送给你。那其实对方我会觉得他也是一直在等，然后也是一直在期待他可以遇见他的灵魂伴侣。其实他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眼光啊是没有办法从你身上去移开的，他对你非常的有好感，而你们呢，当然也是很喜欢他，但是你们一开始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很确定说我究竟要不要。但是后来随着交流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有互动的时候哦，其实你就会明白这个人将对你未来的人生会产生很不一样的变化，就是你跟他的这次见面，这次交谈，接下来就会对你的人生产生很不一样的影响啦，因为他很可能就是你会愿意为他去抛弃一些东西，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个人非常的吸引你，而且他真的是准备好要遇见你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哦，你们有灵魂伴侣的这个讯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其他的能量哦。第三组的朋友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能量呢？哇，智慧。这一组的朋友哦，你们会有很多的智慧，然后你们在这样子的智慧中，我觉得它能够就是帮助你趋吉避凶啦。应该说，你们因为你们过去真的是累积很多的福报啦，所以这个智慧的老人、智慧的贵人，这个猫头鹰的就是抱着猫头鹰的这个年长的女性，她会来帮助你打开你的智慧。好，我觉得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贵人，她是一个年纪稍长于你的一个女性，她会给你一些很实用的经验，就是你立即可以用在人际关系互动或者是在工作上应该确实的怎么做怎么说，或者是这个人他会提供给你一个平台、一个机会、一个位置，让你去发光发热，让你去发挥哦你的才能。那他有可能是某一个陌生人，善心的陌生人，他在关键时刻给你一个提点，或是拉你一把，或者是可能资金上给你一些援助。对他来说那个资金是小钱，可是对你来说这个是救命钱，你也可能会受到一个这样子的来自一个年长于你的女人的一个帮助哦。这个帮助真的是
非常的有力的一个推手，就是他一个人可以抵10个人，他的一个建议，一个这种人脉呀，或是说一个资金的挹注哦，真的是会让你的人生在很困难的时候有很不一样的转变。那另外就是，我觉得你们接收到宇宙来的这个智慧，是因为你们是一个有福报的人，你们过去的福报让你累积了很多的正能量哦。因此，当你在遭遇危险的时候，其实你身边的一些动物啊，或者是说，身边的一些能量的有机体，它就会去帮助你，让你避开挫折。好，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你感觉到是一些阻碍，比如说，就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总是不顺啊，什么机器有问题，或者是说，错过了班次什么的。其实有的时候，宇宙会设下一些阻碍来帮助你避免灾难。当你遇到挫折、遇到危险的时候，你的潜意识上就会好像冥冥之中知道什么事情，然后会去做一些你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要这么去做，这就是一个直觉力，它就是为了要帮助你避免灾难。好，那就算你们现在已经不小心一脚踏进了某一个陷阱或某一个困境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智慧的女人，这个猫头鹰他们也是要出现来帮助你化险为夷的。好，我们再看一下你们的生命将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首先呢，如果你们过去金钱是一个比较匮乏的状态，或者是说，你还没有达到你的金钱的这个目标的上，就是你对于你现在的收入还不够满意。那你还没有达到你理想的这个存款的目标，或者是说收入的标准，你对自己的想法还没有达到的话，在这个能量上会有一个翻转。好，我看到接下来的你们呢是非常有气场的，因为这个人你看他直视着这个看起来很恐怖的这个蛇一般人看到蛇会不会比较害怕呢？可是这个人完全不会为什么呢？你们本身的能量已经让你可以去变得比问题还要大。好，这个时候它是有点这种橘黄色的，然后正在脱皮好，这边是新生的这个皮肤所以特别是在解决你们我觉得金钱上的问题，你会有前面说过有贵人来帮你。如果你们过去是在找工作的话有机会你们得到一个新的职位，新的 offer， 这个 offer 是你过去投了很多的履历，或者说你经历了一些面试，很冗长的这种面试过程，甚至可能是半天或是一整天，或是好几面，就是要好几次的那一种，你觉得心力交瘁，在那个过程其实你就完成了你自己一次的蜕变，一次的脱皮，因为接下来宇宙会给你一个你可能都没有想到的很好的一个 offer， 就是金钱上是加薪的，而且在工作的内容是比较轻松，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是你可以去掌握的，或者说上下班时间是比较弹性的。有些朋友你们得到的这个工作可能是好，你可以去远距的，你可以就是只要几天进公司的，你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通勤，就是对你来说这个新的工作更加的适合你们能够看见这份工作未来的一个发展，而且实质上薪水就比较好，实质上钱就是可能就是加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很多很多的百分比。好，你们觉得很满意耶，甚至你会想说哇这是真的吗？然后很开心的，或者说表面上是很沉稳，但其实接到这个信，接到这个电话，内心非常的开心，然后进入到一个你原先很期待的
或是原先你梦想的一个领域。如果你特别是过去你们工作环境压力比较大，而薪水没有那么好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跳升，而且你一开始好像对自己比较没有信心，不觉得自己有机会去找，但是还是投了很多的履历这样。那履历啦，就是试试看。那你们可能有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就接到了之前你们面试过的这个公司打电话或是信啊通知你说你录取了。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则是考试的，你在准备考某一项证照，某一个考试，然后你在等待一个什么样子的正式的许可或正式的通知哦，你们会得到，而且会得到一个比你原先期待更好的结果。你本来可能觉得这个学校或说这场考试这个资格考没有机会了，没想到呢，好，事情有了出乎意料的一个变化哦。好，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沉稳，但是内心真的是蛮雀跃的。接下来呢，你们要拔插头。拔插头做什么呢？好，休息、去旅行都有可能哦。这一组朋友，接下来你们可能会给自己安排一趟这种旅行哦，长途的、短途的，国内国外都有可能。反正这个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好好的放松啦。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会采取这种自助旅行或是独自旅行，就是不是有很多人的那一种旅行哦，因为有的时候你们在跟很多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不见得能够好好的放松。我觉得更加的是你们想要自己跟自己的相处，或者说自己跟自己亲爱的人，就是喜欢的人在一起，你们是真正可以完完全全的放松的。那看起来是自己规划的旅行，或者是说你们本身也没有什么规划，就是先去了再说。你就是想要放松嘛，没有说一定要行程排得很紧，也有这样子的可能哦。你们接下来会有一段好好休息的时间，可能是在这个去新的工作，或者说去新的学校、去新的城市之前呢，会有一些假期，然后透过这个假期，透过这些时间，你们就好好的疯狂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好，想要走出户外的感觉。哇，接下来是魔术师的这个力量，魔术师的力量，觉得你们整个人就是变得非常的有气场，非常的有能量，非常的有创造力哦。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过去有非常多的努力，接下来魔术师要将这些努力从无到有，幻化出无限的可能。这边有一个无限的符号嘛，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得到魔术师的帮助，真的就是你们过去累积很多的善，很多的福报，因此啊，它会吸引一些就是比较怎么说，跟你同磁场的灵魂，比较高级别的这个能量体，它真的会要来帮助你，它会主动的向你靠近，主动的发现你。那魔术师的能量在告诉你说，有的时候你的贵人哦，他可能不会，他的相貌或者说他的帮助你的方式，可能不见得是你理想中的那样。因为你们看这个魔术师嘛，他是穿的这个露肚装，然后头发长长的，他可能不见得跟你原本想的这种智慧老人啊，或是魔术师的穿着是一样的。但是这边要告诉你说，其实有一些人他就是他的样貌跟他呈现出来的方式不见得是你第一印象所想的那样，就是你原先如果是过去的你啊，其实你不容易判断出这个人他是对你有帮助的，这个人是来帮助你的。可是因为接下来你们的气场啦更加的稳定，思绪更加的平和，你能够去辨认出这个人好，他其实是可以来帮助你的，你愿意去接受他的一个建言，或是说愿意去接受他的帮助，或是说愿意去接受他的显化。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判断力，你们的思考会变得很清晰，而这个清晰的思考其实就
某一种程度而言，在自己救自己，因为你的思考会让你走出困境，因为你的思考会让你选择跟正确的人在一起，正确的人来往。如果你就是回到过去某一个比较对自己不自信、比较不安定或混乱的状况，有的时候你们身边出现了灵魂伴侣或真心想要对你好的人，或是一些助缘或是一些帮助，你可能会因为你当时的状况不好，你没有办法去跟对方好好的互动，或者是说你拒绝了对方的好意，拒绝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拒绝了别人的一个帮助等等的，或是你得到了这些礼物之后，得到了他的帮助，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运用在生活中，这个其实是你们过去可能出现的一个状况，而现在呢，你们可以稳定的去接受，因为你们的心已经安定了，我觉得你们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非常的相信，因此你们可以接受到这个无限的符号。这个无限的符号会将一些虚的概念、虚的一些气场、虚的一些能量转换成实际，你生活中可以摸得到、看得到实际的一些东西，实际的物质的能量哦。所以呢，我觉得你们接下来的生活就会朝着一个丰盛的方向走，你们可以去实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程度的自我满足跟自我的丰盛。对于你想要的生活是怎么样子呢？你会慢慢的朝那一个方向去靠拢。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转运之后做的这个事情哦，它会为你带来长远可以获利的一个金钱上的一个回报，就是你们实际上是可以赚到钱的，有里子也有面子，你们的投入可以得到超乎设想的回报，就是你得到的东西其实是比你付出的东西还要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本身是善良的，所以有宇宙的能量要来帮助你，要来邀请你去享受、去体验这个世界中的美好。所以要注意的是，魔术师来帮助你的时候，你真的要去开心的接受。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个是来自于外在的一些奖杯、肯定跟赞美，那真的都是属于你的，你不要觉得自己不配，或者是说一个很好的对象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你不要觉得你过去因为有什么样子的经历，然后你会害怕跟他在一起，会有一些压力，有一些不自信。其实你们本身的能量是非常棒的，你不要用外在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来去衡量你自己。甚至有一些朋友比较特别的是，其实你们就外人来看，你们其实是很稳定或是胜利组，但是你们还是对自己不大的有自信，不知道为什么。可是魔术师真的是要来告诉你们，你们的梦想你们想要的东西，它是可以化为实际的物质，是可以让你去变得生活更加的丰盛哦。好，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Family， 好，家庭的图像出现了哦。这一组的朋友如果有在备孕啊，想要怀孕的宝宝，你们梦想成真，或者是有些朋友其实你们现在就已经在等待，想要去迎接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你的生活中，那也有可能这个是你跟你的伴侣共同的这个饲养的一个宠物，也有可能一个新的生命，或是你们一起创造的一个这种有机体，一个事业体系，也有可能哦。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生命中要嘛就是来一个很实质的新的生命，或者是说你们的生命中，你们的这种生活中会被一个新的来自外界的这种有机体的能量所震动、所感动，好，自己去建立的、自己去发展的、自己去孕育的，有可能是你的一个正在
方兴未艾，接下来正要蓬勃发展，就是会长大的一个事业，或是一个副业，或是一个投资等等的，它是会长大的。然后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你自己孕育出来的。对，这边的概念是这样。好，接下来呢 ，silence 啊，这张牌哦，你们得到了一个打开宝库大门的关键钥匙哦，而且呢，你们真的是看到了这条路该怎么走。好，这个门打开之后，就真的会是不一样的世界哦。好，看这个门是已经打开了，那打开这个门是要玩的，是要放松的。好，接下来这个门呢，它比较像是财富的大门，你们找到关键的钥匙，所以我觉得接下来3到6个月，你们会很期待，因为你真的是看见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自我实践上，在你的人生方向上，你们其实已经有了这个初步的蓝图，而且你们就会开始想要去动，开始想要去走了。好，这把钥匙呢，它其实有2把嘛。好，你们就是手上还拿着一串，你们就会要去试，代表说你们已经将你自己的方向、选择跟可能性限缩到某一个程度的范围了。你不是无头苍蝇了，你知道我要完成这件事情，达到这个计划，达到财务上的丰盛，可能有 A、B、C 3个选项。我已经有了初步的蓝图，我可以去做了。我接下来只要小幅度的试错，小幅度的尝试，去看看这个 A、B、C 究竟哪一个钥匙才可以去打开我的财富之门。所以你们真的是要好相信自己的直觉去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时候呢是不是这么符合你的一个想象，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犯错，好，这个状况是你可以去控制的。好，这个不行，再换下一个，小幅度的去调整，然后慢慢的你就可以去对准你的目标，你就可以去打开这一扇门。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你们大方向完成之后就开始启动，开始走了。好，在完成你的梦想，在达到你的丰盛的时候呢，它会需要你小幅度的去尝试，然后小幅度的去试错，它不会耗费你太多的这个精力。这个阶段呢，是为了帮助你不要花太多的精力跟能量在不对的地方哦。因为你们就是要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去走，而不是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尝试在跟一个错误的人身上。有点像是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你跟错的人在一起，你花了再多的努力，再多的精力，也看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可是今天如果你在选择之前，如果你在开始之前，你花一段时间去试错，去尝试，去看见，去找出正确的方向，接下来你们就会觉得很轻松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一定要回归你的直觉，现在你所处的环境，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这个灵魂，这个人究竟能不能让你回到一个很舒畅顺流的状态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要尽量让自己沉浸在一些好的资讯、好的能量场中，避免去看一些那种会降低你能量的杂讯资讯，或者是说听一些八卦等等，因为它会降低你的一个判断力哦。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哦，你要跟宇宙能量同步。好，要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特别是我觉得你们要放松，你们要去关掉脑袋很多的声音，很多的想法，唯有放松的时候，你才会更有创造力，你才能够去听见一些选项。你们在放松的过程中会听到来自你内心的声音，你就要让这个内心的声音去引导你，去创造更加舒适、更加顺畅、更加和谐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可能会经历一些挫折或一些不顺，一些纷纷扰扰，那个没有关系，那个只是正常的能量的释放哦。你们只要持续的在走，最后就是会，我觉得其实这个门就在财富之门，就在不远的地方，真的就是等着你们找到对的钥匙去把它打开就好，而且钥匙就在你们身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不要害怕。
好，接下来你们得到这么一大笔钱要做什么呢？你们就是我觉得会去玩呢，会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让你放声大笑、很开心的这个事情，而且你身边会有人陪你一起去玩，玩得很爽、很放松，很像孩子一样。在这个放松的过程中是没有忧虑、没有焦虑的，因为你们有点像是已经得到一个阶段的自我丰盛，一个阶段的好，我已经存到了一个阶段的钱，或是说哇，我已经得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工作啊，这么好的一笔金钱啊，或者说有一笔奖金入账，我得到了什么样子头衔，赢得什么样的奖赏，或者我可以去什么学校念书，你们真的是太开心，要好好的庆祝一下。然后身边我觉得你们会出现有人陪你一起哦，可能是你们的前面遇到这个灵魂伴侣哦。好，看起来这个人哦，他在能量上哦，他是一个比较温柔、比较贴心的人。他是属于那一种会懂得，就是在你低潮的时候安慰你，他会懂得就是在你淋雨的时候会主动为你打伞的人。为什么呢？这个人哦，他笑得很开心的背后是他曾经也经历过低潮，他曾经也经历过挫折，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这些经历让他在面对别人的挫折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温柔，有点像是他因为体验过了，所以他能够去更加的照顾你。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灵魂伴侣，他是非常温柔，非常的有包容心的，你们可以去跟他撒撒娇，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会照顾人的人，他的能量上很温柔，然后我觉得也是那一种本性很乐观，他是一个性情很好的人，就是没有太多你会需要去担心，特别是在情绪上有一些伪装，或者是说有一些阴暗面你是看不到，会在就是两个人私下的时候会爆发出来的那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个人比较没有，他的能量场很顺畅，很和谐哦，所以你看到的他的那个样子就是他真实的样子。好，那也有可能是我觉得你会跟你的这个灵魂伴侣一起开心的玩。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你对你自己是更加的有自信，你要去接受这份好的爱情。另外一方面也是我觉得你们的能量提升之后你遇到这个灵魂伴侣他本来不是你会遇到的人，很可能这个人是财富的能量很高的，这个人是一个本身很有头脑、很会赚钱的人。好，你们今天能够跟他牵引在一起，也是因为宇宙的能量把你们推到这里。好，你们两个能量我觉得都到达了一个顶峰所以算是一个强强联手的一个状态。有些朋友，如果你现在已经有伴侣的话，我觉得你的伴侣也会有一次能量上很大的一个蜕变跟晋升特别是在这个金钱上，在金钱方面，或是说他学会了一些投资理财，更加的对金钱有这个管理的一个想法，因此可以让你们真的是无后顾之忧的去计划一些玩乐、开心、体验跟享乐的事情你们的生活会有更好、更多层次的体验经历，那些东西其实是需要去花钱的。过去你可能不一定能够那么大手笔，可是接下来真的是不用担心想要去体验、想要去玩乐，或者说想要去出国的钱，那个其实是有的，而且是可以让你真的是很放松、很尽兴的玩，不用去担心预算的感觉。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讯息，就是如果你过去因为你所处的位置，你没有办法很顺畅的发声或发言，就是讲述自己的话，或者是说你因为现实环境，你觉得你自己是寄人篱下、受人控制，你的时间被切得很零碎，你可能会需要去照顾很多人的需求，或者是说你为了赚钱真的是那个上下班的
时间有时候需要超时工作、加班工作，或者是说想要排休不能排休等等的一个状况的话，我觉得接下来你们已经脱离那些形式上的控制了，你们的心态是自由的，你们不需要为了五斗米折腰。我觉得你们有人真的是已经达到初步的财富自由的阶段，就是你的花费跟你的需求，你们可能有一些赚钱的方法，或者是说有一些被动收入，让你可以不用去担心你的基本的这种食衣住行等等的，就是你会有一笔源源不绝的收入，可以去 cover 你目前的基本生活所需，达到了初步的财富自由的状态。因此你在工作的时候，那个心情其实也不一样了，你不用真的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会死。你们其实不会死，因为你们其实背后还有一笔源源不绝的现金流在支撑的，它是应付你们基本生活开销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在工作上，我觉得在选择工作跟自己休闲的那个时间分配上，你们真的是不用很去说我都是要以工作为主，因为我需要这份钱，因为我要赚钱，然后我要忍气吞声。我觉得接下来这个能量是没有的，你们笑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能量神谕卡，第一个是通往个人疗愈跟幸福的大门。好，第二张是盛开的丰盛。好，有彩虹出现咯。你看你们的门打开之后啊，真的就是通往个人疗愈跟幸福的大门。你们看你们有几扇门？一扇门、两扇门、三扇门，然后有两扇门是打开的，有一扇门就是那个钥匙在你手上等着你去打开，这一扇是幸福之门，这一扇有点像是自我疗愈、自我放松的门，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结合啦，跟你的幸福这边还有爱情的这个希望。好，这个人生的新开始啊，这张牌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讯息，很好的这种大吉的签哦，因为这扇门打开背后就是一个鸟语花香、风光明媚的世界，然后还有爱情的讯息哦。有些朋友你们真的会搬到一个你喜欢的新的地方，新的居住环境，或者是说你得到超级多新的机会。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有可能就是你啊会有一段时间让你可以去约会，可以去体验，然后最后你可以在这些约会跟体验中碰到你的灵魂伴侣，然后获得幸福，获得美好。你们过去的努力它都会开花结果，它都会变成是实相呈现在你们的眼前，所以你们想要去实现什么，现在就是赶快努力的去想，并且去行动起来，以乐观的盼望去面对你的未来，而且还要持续的行动。为什么？因为这个门是要你们自己去打开的，你们的目标必须要很清楚，你宇宙才知道在这个门背后要给你什么。就像我前面说的，你们有一个大方向的蓝图，然后在前往的道路上进行小幅度的一个调整，最后你们就可以去打开属于你们的丰盛之门。打开之后还有这张牌就是盛开的丰盛，这张牌的丰盛是你意想不到的多，而且这个它的这个植物啊，还有这些花花草草，它是会不断的生长的，代表说好，这个黄金的花园啊，这个春天盛开的花园啊，它其实代表你的财富跟你的自我价值是会不断的成长的，你的金币就是不断的成长，就像水果一样，你今年收成了，明年还会有。我看到的是，其实你们已经为你的自我价值跟财富种下了种子，接下来就是等待它开花结果。你们就像园丁一样，好好的照亮你内心的花园以及你的财富花园，这些东西最后都会有很丰盛的回报，而且它是一年复一年的，都会持续的给你带来稳定的财富，稳定的这种自我价值的成长，它不是只能收成一次的。然后你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体验这个美好，去尝一尝水果的味道，去闻一闻这整片的花香哦。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状况，你可以去扭转你目前的这个局面，只要你持续的耕耘，其实这个财富真的是会去盛开，然后你可以去
去享受你去滋养的这个花园中的一切哦。你们种下的种子真的已经在成长了，所以接下来这个爆发性的财务的能量指日可待。你们这一组哦，我觉得你们得到的财富真的就是你们实际努力耕耘之后得到的结果之外，宇宙再去加成给你。就是这一组你们的财富是你们首先要有努力，努力之后宇宙会用魔术师的力量好像加倍加成送给你。可能你预期自己只能得到一个这种财富的礼物或是某一个数字，可是宇宙要给你就是天底下确实就是有那些幸运的人，他可以得到一些特别好的机会。我觉得宇宙就是要把这些机会留给有福报的你们，就是可能在你觉得以同样的努力或是同样的资源同样的位阶只能得到或者说一般来说都是可以得到这样子一个阶级的薪水或是收入或是一个财富。可是你们今天的幸运跟好运就在于你们可以得到超乎你所想的那个丰盛，是一个加倍的，就是有些东西其实是宇宙多多送给你们的，多多益善。那个东西就是幸运啦，别人就会说你真的是很好运，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对象，这么好的一个职位，或是这么好的一个赚钱跟投资的方式，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哦。你们就是可能站在某一个正在发展的这个产业，或是说你们选择投入这个副业，它是一个有机会有切入点的，因为前面有智慧老人来帮你，真的是让你省下很多的时间哦。好，这个智慧的成熟的女人来帮助你。你最后一张牌，谁要来帮助你？我们的力量天使出现咯。好，力量天使它有一个非常坚毅的眼神在看着你们，所以这张牌代表什么？代表说其实力量天使它不是很大的一个程度不是来自于外的，而是来自于你们个人的，来自于你们内在的。好，这个力量天使它就是要去坚定你的信心，让你的内在长出力量，长出智慧。这个天使带来很多的好消息，好的讯息哦。我看到你们正在变得更加的强大，你们确确实实需要运用这股力量，持续的采取行动。而且你们要留意你们所说的话哦，你们每天对自己说什么样子的话。好，你们每一天让自己去接触什么样子的思想，你的话语跟你的脑中所想的这些想法都是有能量有气场的。所以呢，宇宙能量要去告诉你，你如何安排你每一天，就是跟自己的对话，以及你如何去掌控你每一天的时间。它其实都是一个力量，它在造就你，它在改变你。你们要为自己采取行动。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要被动的等待命运，或者是说不要被动的去好像顺应那个环境。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要起身行动，去握有更多的一个掌控权，掌握你命运的这个走向，然后要倾听你内在的智慧。刚刚说过，倾听你内在的声音之后，顺从你内在的声音之后，你们就是要去行动，去拿回你的主导权。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你们内在的声音告诉你们要去做的事。好，你们的能量其实会被推，或者是说投射到很遥远的地方，代表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是有影响力的。你内在的力量会提供你无限的资源，你会觉得自己真是超有信心的。你对你自己做的事情不会去怀疑，就算失败，或者说就算有一些人在攻击闲言闲语，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会毫发无伤。你就觉得那些东西就是他们要说什么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完完全全的不会去影响到你，你反而会很专注的去你进行你手边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而且这个美丽的天使这个力量天使，它
为你而到来，它真的是，我觉得你们有点像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他看见你的潜质，他要来帮助你；那一方面，他来帮助你之后，你长出的这个力量、这个影响力，其实也会让力量天使去惊叹。他会去惊叹你完成的这个成果，以及你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力。接下来的能量就是你们会更专注、更有决心的在处理你手边所有必要的事情哦。有一些不必要的这个能量，你们接下来就不会去管，你们就是眼睛看到的，眼睛往哪里看，就会慢慢成为那样子的人。所以你们的眼睛接下来就会去集中在你们想要去成就的事情上。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再往后来看1年之后，你们绝对会比现在更有成就、更有发展，而且我看到你们也会承担更多的责任，你们会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然后更有影响力，发挥你的影响力。好，另外宇宙要提醒你，就是你不必把你的成就或者说成绩大张旗鼓的让别人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呢别人知道你的成就，他不一定会真心的祝福你，就是说你们的成就自己知道就好，你们不用去大张旗鼓的在你的脸书、在你的社交媒体、在你的 IG 或是在你的微博去好像很大肆的炫耀。这一组的朋友，宇宙建议你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模样就好，你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去告诉别人我现在已经变得这么有钱，这么不一样，这么美，这么帅，或是说就是已经达到一个你们过去想不到的这个高度。其实不用，你就是自己一个人快速的成长，快速的进步就好。我看到你们越来越真的是很有智慧，知道什么事情应该烦恼，什么事情不应该烦恼，而且你们会将时间用在你自己身上。这个真的是你过去不了解你有那么多的实力，可是现在你愿意去相信，而且愿意去掌握这样子的能量。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无论你现在的处境看起来多么的无法转换，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你不要在好像你状况很不好的时候去相信你脑海中的一些负面的念头以及那些想法跟对话，你也不要在你状况不好的时候去下一些很重大的决定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有机会逆转胜利。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能够去看透，其实一开头就说你们能够去看透事物的底层逻辑，那个真实发展的样貌，然后得到一个比较趋近现实的言论，或者说关键解决问题的一个智慧。你们拥有看透事情本质的能力，所以你不要放弃自己的力量，你也不要去回归到一个旧有的思考的模式，或在走旧有的路啦。你不要让他人去主宰你的人生，替你做决定，不要去放弃自己创造自己命运的机会。因为你要去每次你很软弱的时候，你们就去想想这个力量天使，看看这个力量天使吧，他的眼神多么的坚毅哦，他其实就是你其实就是他，所以你要相信你可以去创造主宰自己的命运。然后这个力量天使带来很多光明光辉的这个讯息啦，他的这个力量是永恒的，他一再的要告诉你说你们要去夺回，或者说要去掌控你人生中的决定跟方向，但是不要在状态不好跟比较低迷的时候做决定，反而是其实当你心中有能量有动力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你状况是好的，就是你一定知道现在是适合的时机。好，在这样适合的时机中，宇宙能量就是邀请你赶快行动，赶快拿回你生命中的主导权，赶快去做一些事情哦，这些事情最后会盛开，会开花结果的。好，以上就是有关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哦。那如果今天的能量有符合到你们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三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